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傻子，却在同一天娶了7位国色天香的极品美女当老婆。在战乱动荡的大饥荒年代，无数男女老少家破人亡，成为了难民。当地的衙门为了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，竟然把难民当成货物，强制百姓交钱购买。其他买家专挑人高马大能劳作的壮汉，而虾仁只要美女。虾仁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，并得到了系统，只要他给综合评分在90分以上的美女花费物资，就能获得100倍返还，而且还能收割他们的好感值，可以用来在系统商城中购买各种道具，小到锅碗瓢盆，大到枪械大炮，应有尽有。我去，发财了！一下子碰到了7个在90分以上的妹子。你想要哪一个？一个怎么够？我想要他们7个，行不行？你丫的做梦呢！你只交了10两银子，只能带走1个，想要7个，你得再补60两。虾仁面露难色，他是绝货，一穷2白，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钱了。我当死水这么好喝呢，原来是桃源村的大傻子。这人脑子不正常，是个低能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想买7个女人，真当自己是赵子龙能7进7出啊，也不怕把自己累死。这7个娘们虽然长得漂亮，但一看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傻子才会选她们。这时难民群里站起来一个黑人，操着一口不地道的口音开始毛遂自荐。老爷们学我会种棉花，一天吃2顿就行了，保证任劳任怨，还能当你们的出气筒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主人可以尽情的用辫子抽我。黑哥们的语言居然是通的，这个小鬼我要了，以后你就给我姓吧，我姓聂，你就叫你哥吧。我好养活，2天吃1顿就行了，而且还会犁地，1天能犁2亩地，选我绝对不亏呀！好小子是个人才，我家里正好有20亩地，以后你就给我当牛吧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元茂。我一天能工作20个小时，而且还能暖床，屁股大也能生儿子，一个人能当一家人使唤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吃苦，老爷们不要因为我是一朵娇花而怜惜我，请尽情的蹂躏我吧。既然你这么能吃苦，我保证让你有吃不完的苦头，跟我走吧。虾仁见到这一幕傻眼了，他没想到古代居然也这么卷，难民们为了一口粮食，居然卑微到如此地步。欧多桑，求请你弟收留我弟干活吧，我可以给你为奴为婢，当牛做马，你想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不想再被流放了。我勒个去！不仅有黑哥们，怎么还有扶桑国的女人？看来这世道确实够乱的。官差见到还有这么多难民没有处理，忽然心生一计，走到虾仁面前，指向他的牛。虾仁，你刚才说你要这7个女人，我准予了，剩下的差价就用这头牛来换，怎么样？牛是1，人是7，那我还赚了呢，谢谢大人。虾仁故意扮演成傻子的样子，用牛换了7个美女，签字画押后，7个美女正式成为了虾仁的个人资产。这人真够傻的，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还以为自己赚了呢。就是咱坑了他，他还得跟咱说谢谢，哈哈，真够蠢的。虾仁的嘴角都快压不住了，一头牛换7个极品美女，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了。男人领了7个美女老婆回家，却不和她们同房，而是给7个美女不断的吃肉，只因他是个携带系统的穿越者，只要给美女提供物资，虾仁就能获得100倍奖励和好感值。姐姐，这个人家里也太穷太寒酸了吧！而且听说他智力有问题，我们跟着他混，恐怕得3天饿9顿。要不还是找个机会开溜吧。我看他眼明心慧，不像智力有缺陷的人。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地方可去，先静观其变吧。至少这个男人给了我们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。姬明月和姬子月原本是江国的公主，国破家亡后，身份一落千丈，成为了贱民都不如的难民。而其他几名女子也是一脸担忧，她们实在想不出虾仁怎么养活7个人。这是虾仁家里唯一的物资了，他准备将其献给7位小仙女，只要他们将山羊吃掉，自己就能获得100倍返还。你们之中谁精通厨艺？一名身材丰腴的女人站了出来，她叫秦东东，曾经是一家酒楼的掌柜，厨艺了得，受到战乱的影响才成了难民。老爷，我会做饭。那好，你把这只羊给杀了，今晚我们吃涮羊肉。众人闻言露出震惊的神色。流亡的这段日子，别说肉了，连树根都没得吃，已经几乎忘记了肉的味道。被虾仁买走后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，没想到第一餐就能吃到肉，不敢睁开眼，害怕是自己的幻觉。老爷，吃多少留多少，留个毛线，全部给我炖了。众人本以为最多能喝点肉汤，没想到却能吃到全羊，一个个陷入兴奋之中，口水差点都流了出来。看来有几个妹子对我依旧保持怀疑和猜忌，所以好感度上升的比较慢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征服你们。直到此时，众女依然不敢相信，她们居然真的能吃到鲜羊肉。直到虾仁开口，7个女人才如狼似虎，开始狼吞虎咽，大快朵颐了起来。那架势堪比母老虎，把虾仁都给惊到了。看来你们是真饿了啊，多吃点，不把羊肉吃完了不许停。
在吃饭的过程中，众女对虾仁的好感值蹭蹭上涨，虾仁心里乐开了花，有了好感值，他就能购买一些这个时代没有的科技与狠货了。恭喜宿主成功消耗物资，获得100倍返还。男人穿越到一个一穷二白的绝户身上，却被官府派发了7个美女老婆。虾仁把家里唯一的羊炖给7名小仙女吃，获得系统返还的100倍奖励。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沸羊羊、懒羊羊，全部给我出来吧！院子里刚刚吃饱的7名美女脸色却一个比一个难看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蝗虫过境，村草不生，村子里没有任何能够产粮食的地方。吃完这一顿，我们恐怕没有下一顿了。这算是最后的晚餐吗？早知道我们刚才应该留一点的。这户人家这么破败，肯定也是贫困户。虾公子为了救我们，不仅卖了牛，还把唯一的羊都给我们吃了，真是个大好人啊！我就想知道咱们以后该怎么办，总不能待在这里被活活饿死吧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们绝对不会被饿死的。老爷，难道你家里还有存粮？坦白说，我家里1粒米都没有。那你怎么养活我们7个人呢？没有米，但是我有肉啊，跟我过来吧。虾仁将妻女带到了后院，当他们看到羊圈里100头膘肥体壮的山羊后，顿时目瞪口呆，一个个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老爷，没想到你深藏不露，居然是个养殖大户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是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都以为我是傻子，其实我机智的一笔。太好了，羊毛可以制作衣服避寒，羊奶可以补充营养，大羊生小羊，小羊变大羊，生生不息。只要运转得好，足以养活我们所有人了。生活一下子有了盼头，众人立即精神抖擞了起来。肖荣于擅长养殖，主动负责照顾羊圈的山羊，而其他人也开始忙活了起来。有人打扫卫生，有人洗衣拖地，一个比一个勤快，无形之中已经将虾仁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。老大，就是这里，那个傻子买下了7个难民，据说长得牛逼哄哄的，老带劲了。兄弟们，咱们这次下山只办3件事情：第一是抢粮食，第二是抢娘们儿，第三是抢粮食和娘们儿。走进去看看咋个事儿。双胞胎公主落魄到给一穷二白的绝户当老婆，还没适应2女共侍一夫，转头就被土匪头子给盯上。姐姐真不敢相信，虾公子虽然看起来不太聪明，没想到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土豪。我们以后是不是都不用啃树皮吃土饼了？虾公子，这叫大智若愚，以后如何我不知道，重要的是活好当下。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耍公主脾气了。既然受了人家恩惠，就得付出相应的劳动和价值。毕竟我们还有5个竞争对手呢，得好好表现了。坏了，是马匪，有马匪来了，大家快逃啊！姬明月2姐妹在跟难民流亡的途中，也曾遭遇过马匪，她们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2姐妹第一反应就是逃跑，可还没有跑几步，便被4名马匪团团围住。这种穷乡僻野竟有此等美人，哈哈哈！小的们，给我拿下！老子今晚要好好的对付他们。姬明月和姬子月花容失色，抱在一起，吓得瑟瑟发抖。发了！一屋子居然全是极品娘们，这趟来的太值了。老大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感觉我心中的一团火要喷发了。有味，空气中有肉味，难道他们家了还藏了肉丝？那人就是桃源村的大傻子，4个弱智。老大怎么处置他？是杀了还是带回帮里当苦力？脑子基础，长相就不基础。你小子还特么挺帅啊，正好。我们帮派的龙头喜好男色，把这傻子也一并带回去吧，让他体验一下抱长之苦。在场的几名女人，一个个面色发白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据说马匪不把女人当人，若是落入他们的手中，必然是生不如死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虾仁的身上，毕竟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只要你们自杀，我就不杀你们了。哈哈哈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以为拿了一个奇形怪状的树枝就能与老子为敌了？你丫的还真是个脑残！我夏芷薇从不杀无名之辈，报上名来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说出无名，吓汝一跳，老子是003马帮战匪邢道元。对，你不讲武德，等等，你说你叫夏紫薇是吧？我想起来了，原来你就是峨眉派灭绝师太的亲传弟子夏紫薇。不过峨眉派都已经被灭了，你一个人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小的们，给我上！
不对呀，你们不是应该吓得跪地向我求饶吗？咋不按套路出牌？难道你不怕我马帮将你们全屠了？虾人懒得跟他们废话，直接让夏芷薇将4人拖出去处理干净。至于他们的马则留了下来。这个年代，马属于战略物资，极其紧俏，比牛羊的价值高多了。解决掉马匪后，众女却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，反而一个个忧心忡忡的。这个马帮我听说过，他们一共有10几号人，流窜作案，就连官府也拿他们没辙。刚才没人放出信号弹，要不了多久，其他的马匪就会过来。老爷，咱们还是赶紧逃吧。我们走了，那100头羊怎么办？没了这些羊，我们又会变成难民，撑不过这个寒冬的。老爷，我最多能打10个，要不跟他们拼了算了。大家不必担心，区10几号人算个毛线？他们如果敢来，我定要他们有来无回。所有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。虾人的现代武器能够填装100发子弹，在这个冷兵器时代，他不信有人能扛得住自己火力全开。其他人先回屋里，贾姑娘，你跟我走一趟。虾人带着夏芷薇来到了院外，与此同时，10几名马匪也停在了他们面前。马帮的首领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光头佬，他叫易龙，是个练家子，一身铜皮铁骨，刀枪不入。奇怪，邢老荣他们人呢？他们已经入土了，明年的今天坟头草应该能长到2米多高。谁敢动我马帮的人？给我站出来！人是我杀的。我呵，看来还是个高手呢。我最喜欢折磨高手了。别说我1多7少，今天按照江湖规矩，我跟你单挑。哼，老子的金钟罩固若金汤，天下能伤我的人还没有出生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居然能破开我的防御！尼玛，兄弟们还等什么？给我一起上，砍死他们！老爷，你先走，我想办法拖住他们。走，优势在我，为什么要走？大王饶命啊！只要你放我一马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暖床都行啊！哼，暖你妹！你个变态，去死吧！老爷，这是什么暗器？好生厉害，居然能隔空杀人！这叫真理，是众生平等器。听到外面安静了下来，剩下的6名小仙女立即走出了院。当见到院外的场景后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大家别愣着了，抓紧时间把他们埋了。可惜这些马也死翘翘了，回头做成肉干当备用粮食吧。经过1天的相处，虾人累计从7名小仙女身上收获了3000点好感值。有了这些好感值，我能购买的东西就更多了。别说士枪了，到时候连飞机坦克都不在话下。虽然解决了一窝马匪，但虾人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。乱世之中，马匪、山贼、流寇不计其数，小的团伙10几人，大的几百上千人，根本杀不完。甚至有时候连佣兵都会抢劫杀人，根本没有律法可言。虾人想要在乱世里带着7个极品美女活下来，必须得打造出一个坚不可摧的庇护所，然后还得准备海量的物资，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可惜系统100倍返还的物资在消耗后无法2次返还，不然我就能无限套娃了。温馨提示：1个月后将出现千年难遇的冰灾，整个世界将陷入极寒，且持续时间极长，请宿主提前做好准备。看来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无论如何得在1个月内将庇护所建造完成，并把所有品类的物资全部准备好。老爷，睡了吗？进来吧。芳子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老爷，长夜漫漫，妾身5星睡眠，想给老爷暖暖身子。主人，该歇息了。卧槽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在外人面前，我和他们一样喊你老爷，但在我心中，你就是我的主人了。在我们扶桑国，男人就是天。主人，你不仅救了妾身的命，还赐予了我向往的生活。妾身没有别的技能，但绝对能把主人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岛川芳子既不像夏芷薇那样武艺超群，又不像秦东东和肖荣瑜一样懂得厨艺和养殖技术，还没有另外3个妹妹年轻。她觉得自己唯一有价值的就是这副身体，迫不及待的想要献给虾人。好家伙，不愧是岛国女人，果然一点也不矜持。你拿这个考验干部，谁特么能经得住考验啊？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，再加上岛川芳子明目张胆的勾搭，虾人顿时感觉浑身火热了起来。就在他准备和芳子进一步探讨人生的时候，又一阵敲门声传来。姬明月和姬子月曾是千金之体，十指不沾阳春水。除了长得漂亮有学识之外，他们几乎什么也不会。害怕虾人会觉得他们没用，将他们撵走，所以才想着一起侍寝。只要他们真正成为了虾人的人，才有底气一直留在这里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姐姐，你看，被抢先了，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。不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经过2姐妹的一打扰，虾人的火热顿时消散了下去。现在庇护所没建成，物资也非常有限，还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坚定。3位姑娘，虽然我馋你们的身子，但我绝对
对不是趁人之危的卑鄙小人。你们现在只是为了生存才委身于我。如果我得不到你们的心，只得到你们的人，那我就算得到全世界也不开心。我保证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。你们先回去吧。这2个妹子身份一看就不一般，而且是保守型的女人。如果这个时候墙上并不会增加好感值，不如以退为进，等时机成熟再跟他们一起登杜尔朗。姬明月和姬子月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惊愕，他们确实还没有做好从女孩成长为女人的准备。没想到虾人居然这么尊重他们，没有把他们当成奴隶或者仆人对待，不禁一阵感动。哦。奇了怪了，为什么姐妹花对我好感值这么高，岛川芳子对我产生的好感值这么低呢？我知道了，因为姐妹花确实没准备好给我，而芳子不同，她是真的想要啊。果然，爱情动作片诚不欺我也，岛国的妹子就是奔放啊。虾人摒弃了脑海里的杂念，回到床上睡觉。月落日升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。根据可靠的情报线索，要不了多久，这里将会发生冰灾，进入极寒时代，并且会持续很长的时间。以我们这里的生活条件，肯定扛不住，所以我打算将家里重建。冰灾？真的假的？那岂不是要把人冻死了？就算是这样，可重建房屋需要一大笔钱，难道老爷还有私房钱？在下分文不剩，不过问题不大。秦姑娘，麻烦你们几个去趟城里，找人把羊圈里的羊给收了，用换的钱将我家附近的土地全买下来。老爷100头羊至少能换几10亩地，要这么大的地方干什么啊？就是没有了羊，我们靠什么过活啊？有再多地又有什么用？按我说的做就行了，其他的以后再跟你们解释。等会我会去山上打猎，保证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的。老爷，你的暗器虽然厉害，但山上危险重重，我陪你一起上山吧，这样也好有个照应。那不行，你是我们团队的战力担当，你留下来保护他们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虾人没打算带任何人上山，一来是山上危险，他不想带上累赘；二来他必然会用到系统空间，在庇护所建好之前，他暂时不打算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。哎，也不知道老爷在想什么。事到如今，咱们也只能听老爷的了。还好家里还有马肉可以撑一段时间，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姐姐，你说虾公子是不是脑子没有完全好？不然怎么会用羊去换地呢？这个时代，土地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。别胡说，说不定虾公子有什么深谋远虑呢。别忘了我们现在是寄人篱下，不利于团结的话，以后还是少说为妙。龙首山内是一座原始森林，拥有无数山珍奇宝，但却很少有人敢上山，因为山里到处都是凶猛的野兽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就算是经验再老道的猎人，也得望而生畏。毕竟这个年代的猎户还用冷兵器作战，而虾人不同，有真理在手，什么豺狼虎豹，他统统不放在眼里。老虎不发威，你还真把我当病猫了。哎呦喂，还是团伙作案呢，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。我送你们一程。按照系统的返还规则，5头野猪到时候会变成500头，够我们吃上几年了。不过天天吃猪肉也没意思，得多弄点不同品种的山珍海味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难道附近有蜂窝？虾人跟着蜜蜂们回返的方向一路追踪，来到了一棵参天大树旁。抬头望去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蜜蜂巢穴，上面覆盖着密密麻麻的蜜蜂，至少有10几万只，这绝对是虾人见过最大的蜂巢了。这不得有几百斤蜂蜜啊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在大树的下面有不少动物的尸体，都是因为想偷蜂蜜被蜜蜂叮死的。10几万只蜜蜂，连皮糙肉厚的野兽都扛不住，更何况是人。但对虾人来说，这都不是问题。虾人的系统空间除了人不能收进去，什么都能收进去，而且系统空间里的时间不会流动，任何东西放进去都不会变质腐烂，并且它能通过神念直接控制空间里的生物。他神念一动，所有的蜜蜂都从蜂巢里飞了出来，露出了巨大的蜂蜜块，至少有200斤。到时候投喂给7仙女，200斤就能变成2万斤，10年都吃不完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极具攻击性的蜜蜂在系统空间里，就算不吃不喝也不会死掉，驯化后可以当做备用的攻击手段，威力堪比一支小型军队了。没过多久，虾人来到了一片生长菌菇的地区，遍地都是菌子。牛肝菌、羊肝菌、剑手青、鸡枞菌、松茸，好家伙，全都是营养价值极高的山货。时候不早了，今天
就先到这里吧。这是灵芝，看这块头得有上百年了，100年的红灵芝，这是大补啊，而且老鼻子值钱了。在虾仁外出打猎的这段时间，秦东东等人已经将100只羊变卖，按照他的吩咐，用卖羊的钱购买了附近几十亩的土地，并拿到了官方的地契。地是拿到了，钱也花完了，也不知道老爷之后有什么打算。时间不早了，老爷还没有回来，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啊？要不这样，我去山上找一下他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7名小仙女看到虾仁平安归来，皆是松了口气，全部围了过来。当他们看到马车上的物资后，一个个露出了惊喜的笑脸。老爷，你弟太厉害了，一个人居然能打到这么多猎物，你是我的神。这些食物省点吃的话，吃上10天半个月不成问题啊。10天半个月，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咱们1顿的食物，今天就得把它们吃完，都给我放开肚皮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谁敢给我省，我一定狠狠地打他的屁股。虾仁养这些妹子就是为了百倍返还，他们越省自己得到的好处越少。他对7仙女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尽情享受各种物资，可以浪费，但绝对不能省。在虾仁的指挥下，7名小仙女很快将野味切成了肉块，并且还做了一大锅菌菇汤。这个也放进火锅里，给你们补补身子吧。这是红灵芝，而且年份不低，看起来得有100年了，就算在乱世，也至少价值10两黄金。姬明月曾经是公主，见多识广，因此一眼就认出了灵芝的来历和价值。如果能把灵芝卖掉，我们的生活就有了巨大的保障了。老爷，这么珍贵的东西可不能给我们吃啊，我们不配。对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。老爷，赶紧把灵芝收回去。众女都以为虾仁是不认识灵芝，不知道它的价值，才打算把它吃了，连忙开口劝阻。各位姑娘，我当然不傻，知道它的价值。正因为如此，才要留给你们吃。你们之前颠沛流离，身子一个比一个虚弱，正好可以用这株灵芝给你们补充元气。在我眼里，没有什么比你们的身体健康还重要，都给我吃。老爷，你对我们的恩情无以为报，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以后只要老爷不撵我走，我愿意一辈子陪着老爷。我从小孤苦伶仃，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以后我的命就是老爷的了。小仙女一个个感动的不行，有下跪的，有流泪的。虾仁连忙将他们搀扶起来。一码归一码，感恩可以，但不许再下跪了。咱们不搞封建主义那一套。我虽然把你们买下来了，但打心眼里从未将你们当成下人或者奴仆。在我心中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以后别再说两家话了。虾仁瞬间收获了超过5000点好感值，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这帮小仙女的好感值比想象中更容易收割，她们不仅人长得漂亮，更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只要自己稍微对她们好一点，好感值就蹭蹭的往上涨。叔叔正确的消耗了物资，奖励100倍返还。恭喜你获得了100头野猪、100头山羊、100株红灵芝、500斤菌菇、1000斤野生蜂蜜，已发放至系统空间。相较于其他的山货，最让虾仁兴奋的必然是100年红灵芝，100株保守估计价值1000两黄金，换算成现代的购买力，相当于2000多万元，让他直接跨越平民阶级，成为千万富翁了。在冰灾来临之前，我打算建造一处庇护所。你们之中有谁懂建筑的吗？虾公子建筑方面我有涉猎，虽然算不上大师，但不比一般的建筑师要差。江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，姬明月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各类建筑，并且天赋异禀。江国的很多防御建筑就是他参与设计的。本以为这些知识再也派不上用场，没想到此刻居然有了展示的机会。我要打造一座大型的豪宅，你按照我图纸上的要求去建造。务必要在20天内建造完毕。姬明月仔细看了一遍手中的图纸，越看越心惊。不只是住宅这么简单，还要建造鱼塘、牧场、游乐区，还有数十米高的玻璃围墙，这简直超出了他的认知。此刻，他终于明白虾仁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地，原来是憋了个大招啊！虾公子想要打造这样的建筑，至少要数百两黄金，而且玻璃是稀罕产品，价格昂贵，购买困难。就算买到了，也是脆弱不堪，根本无法当做防御墙使用。玻璃的事情你暂时不用考虑，我自然有办法弄到，而且是坚不可摧的那种。你只需要把其他的项目完成就行。古代的玻璃很难用于建筑，虾仁打算等地基打好后，直接从系统商城里购买防弹玻璃。可20天太短了，这么大的工程至少要数个月。这个简单，那就花10倍的钱，找10倍的工人，12时辰昼夜不停的给我建，速度不就提上来了？那恐怕得耗费1000两黄金了，虾公子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里面
是100株红灵芝，都是100年份的，应该能值1000两黄金了吧？姬明月见到2大麻袋的红灵芝，当场惊得说不出话。即便她曾经是江国公主，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灵芝。而其他几名小仙女直接石化了，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虾仁私下里居然收集到了这么多宝贝。反应过来后，神色激动万分，本以为老爷是个傻子，结果不仅聪明英俊，而且还是个隐形的富豪。跟着老爷混，这辈子算是有了。这些灵芝最少价值1000金，有了它们，我保证在20天内完成图纸上的建筑。姬姑娘，你去列一个清单，将所需要购买的建筑材料提前准备好，然后再多找一些工人，随时待命。等资金到位后，立即开工。将众人的工作任务安排好之后，虾仁驾驶着马车向城里赶去，他打算亲自将灵芝给出售掉。看着虾仁拎着2个麻袋进入药店，老板周大生皱着眉头走了过来。哪来的臭叫花子？去，给我出去！别影响我开门做生意。我是来卖东西的。你当我们这里是废品回收站啊？我们千枝堂只收名贵药材，不收垃圾。这也不收啊？这是100年红灵芝，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我的天哪，你是从哪弄到这么多灵芝的？山上捡的。周大生上下打量着虾仁，越看越眼熟，忽然认出了他的身份。这不是桃源村的那个大傻子吗？估计是在山上发现的灵芝窝，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！不过一个傻子怎么可能知道灵芝的价值？我随便给点钱就能打发了。我刚才看错了，这只是普通的蘑菇，按照市场价1文钱一个，这里是100文，没问题的话咱们签字画押吧。你特么真把我当傻子了啊！这是100年红灵芝，1株最少10几两黄金，想坑我是吧？行，那我去别家卖了。哦，我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这些灵芝我全要了，1株按15两黄金算，一共1500两黄金，我这就派人去钱庄取钱。这是1500两，你点。虾仁确认无误后，带着银票，驾乘着马车离开。不是大哥，就这么让那个傻小子离开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咱们总不能明抢吧？货虽然是好货，但这个智障不配拥有这么多的财富。你去找几个好手，在半路上把这个小子给做掉。灵芝是我的，银票也是我的，我全都要。乱世用重典，犯罪的代价很大。如果换做其他人，周大生还真不敢动手，万一被查到，至少也得凌迟处死。但虾仁不仅脑子不好，还是个绝货，杀了随地一埋，根本不会有人管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命钱。大哥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这么老套的顺口溜？你 out 了！我管你什么 out， 小子，把身上的钱留下来，老子可以给你留一句全诗。不是哥们，你看我这穷酸样，像是有钱人吗？你们是不是找错目标了？还是说你们是受到了谁的指使？虾仁前脚刚得到一笔巨款，后脚就遇到了劫匪。天底下哪有这样巧的事情？用屁股想也知道这里面大有问题。哼，你一个死人没必要知道那么多。几个歪瓜裂枣也想弄死我，下辈子机灵点吧。那3名杀手搞不好是千枝堂的人派来劫财灭口的，我得防着点。虾仁打开系统空间，从里面取出了10条狼犬，随后推开门进入院中。7名美女看到虾仁后，连忙围了过来。看到他身后的狼犬后，又吓得后退了几步。老爷，你从哪弄的狼啊？这不是狼，像是狼犬。小姑娘好眼力，这是我买来看家护院的狼犬，有了它们，晚上睡觉就不用担心有贼人闯入了。俗话说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万一让别人知道他发财了，保不准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。在庇护所建成之前，虾仁得留个心眼。怎么样，大家的任务完成的还顺利吗？虾公子，我们找了200名工人，建筑材料也预定的是最好的。如果进展顺利，可能半个多月就能完工了。这些钱你收好，切记财不外露。那些工人们干完活才能发放酬劳，千万不要提前给，以免他们拿钱跑路。这么多的钱，你交给我就不怕我将钱卷走吗？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相信你。姬明月没想到虾仁这么信任自己，心中一阵感动，更加坚定了自己跟随虾仁的意志和决心。嘿嘿 ，PUA 成功，又收割了一波。大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稳重点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遇到事情不要慌，又不是死人了。饮茶那些。
就是死人了。我派去的3名杀手全死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见派去的3人迟迟没有回来，便顺着道一路追过去查看情况，结果只发现3具凉透了的尸体。难道那傻子还是个武林高手？飞眼，那3人不是被打死的，而是被蜜蜂活活蛰死的。我估计不知道是从哪窜出了一群毒蜂，刚好把他们叮死了。只能说他们的点太背了。还真是傻人有傻福。不过我不相信他次运气都能那么好，再多召集些人马，待到夜深人静时，直接给我抄了他的家。为首之人名叫龙傲天，最擅长行那杀人放火毁尸灭迹之事，受到了周大生的委托，前来抢回巨额银票。龙傲天等人翻墙进入院内，还没站稳脚跟，10条凶恶的狼犬就从4面8方扑了过来，疯狂地撕咬着他们。卧槽，有埋伏！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果然跟我预测的一样，有人要搞我啊！好诡异的暗器。龙傲天靠着矫健的身手翻墙逃遁，其余9名杀手全部被子弹射死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我白天用灵芝换钱后被某些人惦记上了。夏姑娘，麻烦你加个班，把他们拉远一点，给埋了吧。还好狼犬发现的及时，不然被贼人潜入家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1500两黄金，这笔巨款足以让人道德沦丧，陷入疯狂。这次虽然失手了，但对方未必会就此善罢甘休，不得不防。放心，我会让幕后之人付出代价的。大家先回去睡觉吧，等庇护所建成后，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虾人故意留了个活口，放走了龙傲天，但用神念操控了一只蜜蜂暗中跟踪，为的就是100%确认幕后黑手的真正身份，以免错杀无辜。龙傲天极其狼狈地逃回了现场，来到了一处住宅里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一只蜜蜂。房间里，周大生和周大福2兄弟脸色阴沉，龙傲天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当周大生2兄弟得知龙傲天一行人几乎全军覆没后，陷入暴怒。没用的狗东西，一群职业杀手居然连个傻子都对付不了，老子养你们是吃干饭的吗？那小子不是一般人，他有一件神秘的暗器，隔空杀人，防不胜防啊！真他妈邪了门了，这傻子怎么这么耐杀啊？一会蜜蜂，一会暗器的，哪来的蜜蜂？随后，外面传来嗡嗡的声音，成千上万只蜜蜂一拥而入，将3人活活吞噬。和我猜测的一样，果然是周氏兄弟搞的鬼，得罪我家人，他们也算是死有余辜。这些毒蜂在我操控下可飞行百里，倒是阴人的不二利器。以后谁敢得罪我，我就召唤毒蜂，直接弄死他。第2天早上，200名工人来到虾人家院外，季明月带着另外6名小仙女，指挥着工人们开始进行庇护所的建造。虾人走到夏芷薇身旁，将一把 AK-47交给了她。夏姑娘，这个武器就交给你使用了。如果遇到特殊情况，可以用它来进行镇压。夏芷薇再厉害，也双拳难敌4手。虾人担心自己不在会有危险，便想到了这个办法，将步枪的使用方式告诉了夏芷薇。老爷，你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监工吗？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肯定要想办法出去再弄点好东西给你们7个补补。那这暗器还是老爷你自个留着防身吧。放心，这种暗器我有的是，不差这一把。嘿嘿。天天吃牛羊猪肉也会腻，想要身体健康，那就必须得营养均衡。这条河里有不少河鲜鱼贝，先捞个几万斤再说。山上能吃的野兽挑来挑去也就那几样，而河里鱼虾的种类繁多。在极寒到来之前，虾人准备大捞一笔。虾人打开系统商城，消耗50点好感值，购买了一大袋捕鱼饲料和一张渔网。虾人将饲料撒到河里后，没过多久，水面开始翻起浪花，无数鱼虾争先恐后的在水面上蹦跶着。这鱼饲料里恐怕都是科技跟狠货，有这玩意捕鱼哪还需要什么技术，莽就完了。各种鱼类、贝类，还有河虾、螃蟹，连老鳖都有。这里简直就是一处免费的海鲜市场啊！虾人大手一挥，几万斤河鲜被他收入了系统空间，随即继续撒网，从天亮撒到黄昏，直到整条河里再也捞不出一条鱼，这才罢休。估摸着得有几万斤了，到时候投喂给7仙女，获得100倍返还，那就是几百万斤呐，一辈子都吃不完了。虾人返回家中时，家里原来的宅子已经被推平了，豪宅的地基已经出具模型。虾公子，进展一切都很顺利，不过天快黑了，要不要让工人们先回去，等明天再过来？大家听我说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所以晚上也不能停工，你们可以交叉着轮流休息，这样也不会影响工程进度。工人们听到虾人的话，纷纷炸了。老爷，我们是人，不是牛马，干了一天活已经很累了，晚上是不可能再继续工作的。就是啊，我们
是卖力的，又不是给你卖命的。谁爱干谁干，反正我要回家，我家的老婆孩子还在等着我呢。你们走我不拦着，但愿意留下来晚上加班的，我可以支付给你们双倍的薪水，而且每人奖励1斤鲜肉，是走是留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原本淹了吧唧的工人们听到上夜班工资翻倍，立即变得生龙活虎了起来。老爷，请千万别把我们当人，把我们当成牛和马进行使唤就完事了。我们就是卖命的，只要干不死，那就必须往死里干，我顶得住。其实我早就把这里当成我第二个家了，老婆孩子什么的不相干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双倍薪水对这些工人阶级有着巨大的诱惑。况且虾仁还补贴了每人1斤鲜肉，在遍地饿死鬼的年代，肉绝对是奢侈品，根本没有人能够拒绝得了。于是工人们又像是打起了鸡血般，开始加班狂干。原来的宅子被推倒重建。虾仁在系统商场里购买了一个大型的充气帐篷，选了一块空地，将帐篷搭建好，把7名小仙女带了过去。这是何物？明明是布匹做的，撑起来却能变成房子的形状，好生神奇。这叫帐篷。在庇护所搭建完成之前，咱们就先住在这里吧。有狼犬守候，又有步枪和10几万只毒蜂托底，虾仁根本不怕有人夜袭。之后的日子，虾仁每天不是上山就是下河，将各种山珍海味全部收入系统空间储存了起来。而姬明月等人则每天都在监工督促庇护所的建造进程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半个月后，庇护所已经初步搭建完成。原来的虾家小院，现在已经变成了非常现代化的别墅造型，只不过别墅的玻璃还没有安装，外围的围墙也没有建造。虾公子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你之前说的玻璃幕墙了。你说玻璃能当墙体使用，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坚硬的玻璃吗？当然有，别着急，跟我过来。这些玻璃都是虾仁从系统商城里购买的，提前放到了这片空地上。姬明月连忙上前检查玻璃质量，发现硬的不像话，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虾公子，这玻璃简直比石块还坚硬，而且很美观，我从未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，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这个回头再跟你们解释。你让那些工人们按照图纸上的设计将玻璃给安装好，等竣工后就可以把它们遣散了。天气越来越冷，要不了半个月，冰灾就会降临。虾仁必须得抓紧时间，提前将一切安排妥当。老爷，这是县城衙门派人送过来的，让你立即亲启。虾仁拆开信封，里面只有简短的一句话：县太爷让他火速去一趟衙门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商量。奇怪，县太爷找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而且看起来还很紧急的样子。不管怎样，我也只能先过去一趟了。老爷，我听说最近各地又爆发了战乱，一大批难民涌了过来。那些难民找不到吃的，就会去盗窃，甚至是抢劫，还有的直接落草为寇，成了土匪。就连城里都不太平了。你出门在外务必要多加小心。夏姑娘，多谢你的关心，我会注意的。你们也得当心，等庇护所建好之后，咱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。随后，虾仁驾驶着马车向县城赶去，他心中有强烈的预感，这次县太爷找自己过去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好事，只能见招拆招了。虾仁来到衙门外，发现门口聚集着大量的难民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声泪俱下。县太爷正带着几名官差维护秩序。见到虾仁后，县太爷精神一振，连忙将他拉到了一旁。见过县太爷。虾仁，你小子来得正好，我有一件天大的功格要送给你。这些难民都是从府城迁移过来的，数量庞杂，成千上万，都来我这里要饭讨生计。可我一个小小的衙门，哪能供养得起这些滔底啊？你教我该如何是好？奇怪，府城的条件应该比县城要好啊，为什么他们要来这里呢？这是知府大人先人指路，说要把这行善积德的事情让给我，便把他们弄到这里来了。这桩功德太大，我吃不下，所以转赠给你。这样吧，你带1000个难民回村里，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，只要保证他们饿不死、冻不死就行了。虾仁闻言吓了一跳，看来之前就猜到县太爷没憋好屁，没想到居然放了一个这么臭的。什么狗屁功德，无非就是打太极推卸责任，知府把难题推给县太爷，县太爷又将这个烂摊子推给自己。县太爷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只是一介草民，养活自己都费劲，哪有本事养活1000张嘴啊？行了，你小子就别在本官面前哭穷了。我听说你发了笔横财，在村里买了几亩地，又建房又修路的，还招了200名工人替你干活卖命，混得风生水起。你一人得道，也得照顾一下下面的鸡犬啊。县太爷，此事过大，容许给我一段时间考虑考虑。本官是通知你，不是跟你商量。行也行，不行也得行。你若胆敢违令，本官有100种方式让你屈服，你信还是不信？特么的，这老狗真够阴的，分明是以权压人，想把
把我往死里坑，1000个难民，我根本不可能管得过来。到时候出了事，这老狗必然会找借口将我抄家，这恐怕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桃园村里以前就有一户地主被县太爷逼迫收养了100个难民，结果意外死了几个难民，县太爷直接给地主扣了一顶帽子，将他的家抄得一干二净。平民面对权贵，根本无处申冤。县太爷的话，我自然不敢不听。1000个难民我收下了，但得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等家里的房子建好了，才能收容他们。半个月时间太长了，本官只给你3天时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披着羊皮的狼。我已经被官府盯上了，就算杀了这个县太爷，也会出现第2个、第3个县太爷。这样的时代，没有背景的普通人一旦发财迎接，他们的将是毁灭。最后不是被强盗山肥宰了，就是被穿着制服的人给抄了。我只能先虚与委蛇，3天的时间应该够了。虾仁返回村居的别墅已经安装上了防弹玻璃，里面空间也铺上了地板。虾公子，这玻璃幕墙安装上真漂亮啊！从屋内就能将外面的视野尽收眼底，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建筑，你真是个天才。没错没错，看起来比我们以前住的宫殿还要华丽，像是仙宫。虾公子，家具什么的也已经全部到位，现在只剩下领地外围的防护墙体了，快的话明天就能竣工。这是余下的500两黄金银票。怎么还剩这么多？建筑材料贵，但人力成本比预计的更低，1000两就够用了。如果不是赶时间，至少能再省下200两黄金。等兵灾来临后，钱就会变成废纸，正好可以用这笔钱在城里疯狂的囤积一波物资。随后，虾仁将姬明月喊来，让他安排工人将电网制成围墙，将领地周围保护起来。这时再买一个发电机，通电后，电网将会瞬间成为防御神器，谁敢私自靠近，绝对电的他连姥姥都不认识。虾仁来到了县城，县太爷只给他3天的准备时间。3天一到，1000名难民就会浩浩荡荡地进入他家。今天是第2天，虾仁打算在1天之内花光500两黄金，进行最后的物资储备。虽然系统空间里已经有这辈子都吃不完的食物，但都是生食，还得自己做，太麻烦了。不如借此机会多弄点熟食，反正放在系统空间里也不会坏，跟外卖一样，想吃了就直接拿出来食用。虾仁来到了县城最有名的酒楼醉仙居，小二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。客官，您要吃点什么？把你们酒楼里的所有菜品全部给我准备100份，另外每种佳酿也给我准备100瓶。小二上下打量了虾仁一眼，发现他一身穷酸模样，顿时脸色一变。你是来找茬的是吧？你知道咱们酒楼里有多少道菜、多少种酒吗？别说一样100道了，就算是1道你也受不起。虾仁二话不说，直接抽出了一张大额银票。这张银票价值50两黄金，当定金够不够？这位爷，小弟做不了主，我这就去请掌柜的。小二风风火火地找到了酒楼掌柜，将这件荒唐事告诉了他。什么？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怪人，一次性买这么多食物，他不是脑子有病吧？但我去会会他。醉仙居的掌柜来到了虾仁跟前。这位客官，我刚听小二说你要将本店所有的菜品和酒水各买100道，是开玩笑的吧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你就说行不行吧？不行我换一家了。不是我不相信客官的实力，而是本店美酒佳肴价格可不便宜，菜品有上百道，按照客官的要求，那得做1万道以上了，酒水也得准备几千瓶，你可知这得花费多少？别磨磨唧唧的了，说个数吧。至少200两黄金。虾仁又抽出了这张大额银票拍在桌上。够了吗？够了，绝对够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今天之内必须搞定。我们店虽然有几十号厨子，但就算马不停蹄的做，也根本做不出来上万道菜啊！除非让城里的各大酒楼帮忙，但那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虾仁又抽出2张银票拍在桌上。如果你能完成，我再给你加100两，你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在旁人的眼里，虾仁就是个有钱的傻子，但只有虾仁知道，一旦兵灾降临，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会直接崩溃，到时候民不聊生，100两黄金连个馒头可能都换不了，只有食物才是真正的硬通货。离开醉仙居，虾仁来到了县城最大的集市。虾仁现在根本不缺肉食，但系统空间里的水果蔬菜相对较少，除了蛋白质，补充维生素也很重要。他打算将集市里的水果瓜菜全部打包带走。虾仁先是在集市里逛了一圈，发现蔬菜水果卖的都非常便宜，普遍1斤在3至10文钱，而且囤货很多。摊贩们一个个愁眉苦脸，因为蔬菜水果不顶饿，穷人舍不得买，富人更喜欢吃肉，导致销量奇差。虾仁了解情况后，找到了集
市的负责人。我想买一些水果蔬菜，能送货上门吗？买点不值钱的东西还想送货上门？你做梦呢！你知道一趟运费得多少钱吗？除非你买几千斤的东西还差不多。没那么少，集市里所有的水果蔬菜，包括库存，我全都要了。那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谁特么跟你开玩笑了？你别废话了，直接算一下多少钱吧。啊，不是哥们，你来真的啊？呀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统计。过了将近1个时辰后，负责人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。呀，我统计好了，所有的商品现货大约有100万斤左右，可以按照成本价卖给你，大概在200两黄金左右。那就按照200两黄金算，现在立即派人装货，天黑之前务必送到我家。傍晚，虾仁回到了醉仙居。醉仙居门口停放着10辆马车，每一辆马车后面都装满了堆积成小山般的木质饭盒和酒水。醉仙居的掌柜满头大汗地迎了过来。大人，你要的所有美酒佳肴全部打包完毕，已经装好，随时可以出发。虾仁点了点头，将剩余的尾款交给掌柜。随后，虾仁骑着马车走在最前面，身后跟着10辆装满熟食的马车，浩浩荡荡地向村子里走去。回村的路上，不少村民们看到这一幕，开始议论纷纷。这个大傻子现在不得了了，不仅买了7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当老婆，而且又买地又盖新房的，已经成咱们村里的头号大地主了。我听说他在山上捡到宝贝卖发了财，真是走了狗屎运啊！不过县太爷已经盯上他了，要将1000个难民都给他照顾，他怕是蹦跶不了多久了。难怪要一车一车的往家里运食物，不过1000张嘴他怎么喂都喂不过来。这个智障还真把县太爷的话当真了，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，咱们正好能看个乐子。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一众村民们见到虾仁一飞冲天，过上了好日子，心里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，纷纷唱衰，背地里诅咒他早点倒台。虾仁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，今天是他在外面露面的最后一天，过了今天他就能苟在家里过神仙日子了。别墅大院内摆放着数百个货箱，里面装满了各种蔬菜水果。7名小仙女一脸惊骇地站在院子里，面面相觑。就在不久前，县城集市的负责人带着一堆摊贩，用了几10辆马车，将100万斤的瓜果蔬菜全部送到了院子里，说是虾仁购买的。我的天哪，老爷这是把整个集市都给搬到家里来了吗？这么多我们也吃不完呐。蔬菜水果很容易腐坏的，最多半个月就会变成一堆不能食用的垃圾。整不明白老爷是怎么想的。我听说县太爷要求老爷照顾1000个难民，难道这些都是为他们准备的吗？大家稍安勿躁，虾公子聪明绝顶，不会无缘无故的行那无脑之事。具体情况等他回来自然就知道了。就在众人叽叽喳喳的时候，虾仁带着马车队返了回来。虾仁指挥着车夫将马车上的饭和酒水全部搬运了下来，随即将外人遣散。本就处于极度震惊中的7名小仙女见状，直接绷不住了。这些都是熟食，老爷你为什么买这么多熟食啊？难道真的要把那群难民们接到家里吗？望老爷三思啊！老爷行善可以，但万万不能把那么多难民领到家里，否则就算再家大业大，也会被吃垮的。在你们眼里，我是这么蠢的人吗？都放心好了，这些食物是留给我们自己享用的。虾仁向4周扫了一圈，发现外围的电网已经安装完成，工人们也已经被遣散，整个庇护所算是正式竣工，心中不禁松了口气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应该都不会轻易出门了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安全屋。我之所以花费所有钱财购买这么多物资，就是为了增强储备，让我们未来每天都有好日子过。储存物资是应该的，这些我们都能理解，但熟食和蔬菜这些东西根本无法长久保存啊！公子为什么不买一些更容易储放之物呢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是穿越而来的未来者。虾仁有系统的事情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时。之后他得日日夜夜跟7个小仙女住在一起，总会暴露的。与其让他们一直猜忌和好奇，不如自己直接挑明了说。我来自未来，我真实的身份是一名发明大师。你们看到的步枪、玻璃、电网这些东西都是我发明的，而且我还发明了一个特殊的空间，可以将物资存放进去，并且不会变质，就像这样。说罢，虾仁直接打开了系统空间，大手一挥，院子里所有的饭和酒水、蔬菜水果全部消失不见。7名小仙女见到这一幕，纷纷露出见鬼的表情，但很快又变得兴奋了起来。怪不得虾公子这么厉害，懂得这么多，原来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。太好了，虾公子有这么神乎其技的本领，我们一辈子也不愁吃喝了。老爷就是神仙般的人物，能被老爷选中，真是我毕生的福分啊！有老爷庇佑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欺负了。虽然听不懂低干货，但是思国一。你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没事，是最近天天吃饱喝足了，声音也变得更有活力了。7名小仙女迅速接受了虾仁拥有特殊能力的事实，他们既是受益者，也是聪
命人，自然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况且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，他们内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潜意识里早已将下人当成了自己的男人了，自家的男人越强，他们自然越是欢喜。今晚大家不用做饭了，好好品尝一下我从醉仙居里带回来的美酒佳肴。为了庆祝庇护所完工，咱们必须得开怀畅饮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敞开了炫。虾人大手一挥，一张桌子凭空出现，然后又从空间里拿出了一堆美食和佳酿。夕阳西下，虾人和7名美女就这样坐在院子里，享受着人间美味。饭后，虾人获得了系统的100倍返还，吃掉的一桌菜顿时变成了100桌，喝掉的10瓶猴酒也变成了1000瓶。系统空间内的食物储存量够他们吃几10辈子了。晚饭过后，虾人回到了装修豪华的卧室内。经过这些天的积累，虾人从7个小仙女身上吸收的好感值已经超过了10万点。他打算从系统商场里购买一些生活用品，进一步将别墅升级一下。首先要解决通电问题，到时候买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，让别墅内外24小时灯火通明。还有地暖什么的也得装上，外面极寒，里面4季如春，想想就够爽的。不过今天太累了，等天亮再说吧。虾人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另一边7女聚集在客厅里。现在咱们的生活也稳定下来了，是时候该报答一下老爷了。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老爷，但一起来他未必能吃得消。咱们姐妹商量一下，轮流伺候老爷怎么样？众女脸色一红，但都很默契地点了点头。那谁第一个来呢？为了公平起见，咱们抓阄决定顺序，一天换一个，这样老爷也能一直有新鲜感。我看老爷身体瘦弱，他能吃得消吗？冬儿妹妹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老爷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这种身材看着弱不禁风，实际上贼猛了。几名小仙女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一个个瞬间变得面红耳赤了起来。卧室内，虾人睡得正香，突然一道人影钻入了他的被窝，虾人吓了一跳，惊醒后看清对方的样貌，居然是姬明月。姬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是来服侍公子的，但我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，小女不知该从何做起，希望公子多多指教。虾人瞬间反应了过来，若换做之前，他还会犹豫一下。现在庇护所已经建成，再无后顾之忧，忙活了这么多天，也是时候该享受享受了。姬小姐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干就完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姬明月脸色红润，扶着墙一瘸一拐地从虾人的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另外6人早已在客厅等候多时，见状立即围了过来。姐姐，你腿怎么了？难道虾公子对你动粗了？那倒没有，是我自己体力不支。我就知道老爷威猛无比。今晚轮到我了，我有点害怕。姬姐姐，整个过程怎么样？能跟我说说吗？让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小妹妹，这种事情只可言传不可意会，到时候你自然就懂了。这时，虾人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那个，跟大家说个事儿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庇护所不再对外开放，在围墙范围内，你们可以去马场骑马，去鱼塘钓鱼，去牧场放羊放牛，也能去放风筝、吟诗作画，干什么都行，但暂时不能外出，而且没有我的准许，不能给任何人开门。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面对一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，但只要在庇护所内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伤不了你们一根汗毛。姬女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。我们都听老爷的。虾人不由得看向屋外，天色阴沉，不知何时已经下起了漂泊大雨。这是冰灾来临前的征兆，大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无穷无尽的冰雪，最后彻底冰冻整个世界。到时候，所有的土地再也无法产生粮食，饥寒交迫之下，人性将会变冷，道德也会逐渐沦丧，人间终将变成一片白色炼狱。县城衙门内，县太爷和贼眉鼠脸的师爷正在低声交谈着。大人，我听说那个姓夏的小子，昨日在醉仙居里花了300两黄金，购买了无数的美酒佳肴，足足动用了10辆马车才将东西运了回去，而且还在集市上买了上百万斤的蔬菜瓜果，看样子是给1000名难民准备的食物。这个蠢货，难道他看不出来本官是在故意为难他吗？这傻子还真花钱办事了，居然还花了我数百两黄金，真是该死啊！在县太爷眼里，虾人的家产早就是自己的了，只不过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罢了，以免落人口舌。大人，我总觉得那小子有点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，迟则生变，咱们还是早点下手为妙。你说的对，这样你立马派人将1000名难民送到他家去，给其中一部分难民提前投喂点毒药，到时候等他们在虾人家毒发身亡，就扣他一顶滥杀无辜的帽子。如此一来，他的一切可就都是我的了。大人英明，我这就着手去办，保证今天就将那小子捉拿归案。别墅院外，虾人打开系统商城，消耗100点好感值购买了一台超能发电机。虾人从系统空间内取出发电机，启动后连接了外围的电网。大功告成，任何人想要靠近别墅，都得先过电网这一关。我只需要按下按钮，就能将不法分子电成一条死鱼。
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出现了一片乌泱泱的人群，如丧尸围城般的快速逼近。为首的正是县太爷的狗头师爷。妻女面色慌张地走到了虾仁跟前。老爷，是衙门的师爷带着一大群难民过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怕什么？老爷不是已经说了，庇护所已经建成，任何人都进不来，咱们听老爷的就行了。可是这薄薄的一层网，真的能拦住这么多人吗？放心，交给我来应付吧，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说话间，师爷和几名官差带着成百上千的难民来到了电网之外。师爷走在最前面，双手负立，趾高气扬地指着虾仁。虾仁，3日之期已到，你该履行承诺了，让难民们有个安身立命的栖息之所，还不速速将这个破网打开？师爷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朝廷应该发放了赈灾粮款，救济难民是你们的事情，跟我一介布衣有什么干系？大胆！难道你想忤逆县太爷的命令？那又如何？给面子喊你一句师爷，不给面子，你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条老狗而已。放肆！你个贱民胆敢辱骂本师爷，你是不是不知道此字是怎么写的？虽然打狗需要看主人，但你的主人连猪狗都不如，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最好别来招惹我，否则我不介意取了你们这些畜生的狗命。此言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全部目瞪口呆，他们万万没想到虾仁如此狂妄，居然敢当众辱骂朝廷命官。在这个年代，以下犯上是大忌，足以被处以极刑。师爷被气得红温，当场破防。虾仁，你完了！来人啊，将此辽速速拿下打入地牢，再将他的7个小妾全部带走。晚上我和县太爷要狠狠地教训他们。至于他家中的一切财产，我怀疑是非法获得，给我全部查封。师爷和县太爷两人狼狈为奸，他们本打算用难民做文章，然后侵吞虾仁的财产，没想到虾仁竟然以身试法，辱骂高级官员，犯了大不敬的律法。这下倒是省了事，连借口都不用找，可以直接动手强取豪夺了。话音落下，师爷身后的4名官差抽出腰间的阔刀，对着10几米高的凶狠地砍去。4名官差抽刀砍向电网，电网完好无损，4把阔刀纷纷断裂了。虾仁购买的电网是用精炼钢铁制作而成的，就算是电锯都切不开，寻常的刀剑硬碰硬，完全是以卵击石。行不行啊，细狗？连一张破网都劈不开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官差？恕我直言，你们吃席也只配跟狗坐在一桌。一群废物，砍不断那就翻过去，给我爬！4名官差收到命令，像猴子一样抓住电网向上攀爬。虾仁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遥控器，摁下按钮，下一刻，整张电网爆发出一阵强烈的蓝色电流。4名身强力壮的官差当场被电得浑身冒烟，从电网上坠落，口吐白沫，两眼一翻，暴毙而亡。这是什么妖法？虾仁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当众谋杀官差，这是死罪啊！你等着被诛9族吧！不好意思，我9族只有我一个，你要是还想玩的话，我不介意奉陪到底。虾仁是故意电死那几名官差的，这样一来，其他难民就不敢妄动了。他并没有杀人的爱好，但如果有人想要跟自己作对，他不介意送对方一程。犯了！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这就回去禀告县太爷，你小子等着被凌迟处死吧！师爷十分忌惮电网，不敢硬闯，放下狠话后的第一时间返回县城摇人去。而那群难民群龙无首，也作鸟兽散。院子内，7名小仙女爆发出一阵欢呼：“老爷太厉害了，简直是神仙转世！刚才没是法术吗？”机操物六，这只是一种发明而已。可是咱们杀死了官差，又彻底得罪了县太爷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召集人马重新杀回来。到时候咱们要面对的就不是4名敌人了，可能是千军万马。虾公子可有应对之法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背。退1万步来说，就算电网真的被他们破坏了，大不了咱们躲进别墅里不出来，也要奈我何？电网只是外围的基础防御，别墅才是真正的坚不可摧。即便真的来了千军万马，也破不开这层壁垒。更何况虾仁还有一支数量高达6位数的毒蜂大军，早已拥有了立地为王的实力。别说是区县太爷，哪怕皇帝老儿来了，他照样敢杀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希望他们知难而退吧。如果那帮畜生还不识好歹，非要找我麻烦，那我只能大开杀戒了。师爷返回衙门后，第一时间就将先前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县太爷。县太爷，那个虾仁简直疯了，他骂你是猪狗不如的畜生，还说要杀你一家老小，只留下你的大老婆和2个小老婆，白天折磨你大老婆，晚上折磨你小老婆，每天起码100遍啊！哼，他真该死啊！居然敢如此侮辱戏耍本官，不能杀死他，一定要抓活的。本官要用最残忍的酷刑炮制这个小杂种。现在立刻马上把4大名捕给我请来，务必要将此寮捉拿。得嘞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师爷带着4大名捕再次来到虾仁家，虾仁看到师爷后，脸色一沉，来到了庭院内。我又回来了，这次我召集了4大名捕，你在劫难逃了。4大名捕，什么鬼东西？夏芷薇走到虾仁身旁，老爷，这4人非常棘手，都是身怀绝技神通之人，
属于衙门内最为顶尖的高手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四大名捕是吧？来，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吧，我给你们一个表演的机会，表演完我送你们一起去见阎王。四大名捕之一的铁手上前一步，伸出了一只手掌。鼠辈猖狂，让我来会会你。铁手伸出了一只银色大手，一把抓住铁网，准备将其强行撕开。就在这时，虾仁摁下遥控器，电网瞬间通电，铁手被电得浑身发痛，他的手掌变得一片焦黑，发出了凄厉的惨叫，最后自斩一地，还侥幸逃过一死。这铁网有古怪，千万不要用身体直接触碰。这时，另一名身材细瘦、双腿齐长的男子走了过来。男人名叫追命，以腿法闻名，一身轻功登峰造极。数米高的铁网对他而言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，根本难不倒他。区区一扇铁网，也妄想拦得住我追命？小瘪三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老子的成名绝技踢云纵！你过来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癞蛤蟆能蹦跶多高！猖狂，带我进来拿下你的狗命！话音落下，追命双腿屈膝，纵身一跃，整个人拔地而起，窜出数米之高，眼瞅着就要越过电网的顶端。夏芷薇严阵以待，另外6女也神色紧张，只有虾仁不慌不忙，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。虾仁从容不迫地打开系统商城，消耗100点好感值购买了一支火箭筒，直接取了出来，扛在肩膀上，瞄准了正处于高空中的追命。这个男人叫虾仁，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傻子，却在同一天娶了7位国色天香的极品美女当老婆。只因他开局觉醒了系统，只要给综合评分在90分以上的美女花费物资，就能获得100倍返还，而且还能收割他们的好感值，购买各种现代物资。别人在啃树皮吃泥土的时候，虾仁每天山珍海味，带着7个老婆在山村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，并在日常相处中不断收取7个老婆的好感值，购买了枪械武器，击败了土匪和奸商，成为了桃源村的土皇帝。1个月后，极寒末世即将到来，整个灾荒世界将冰封万里，寸草不生，不会再产生任何的物资。为了迎接末世的到来，虾仁疯狂囤积物资，将整个县城的物资全部收入系统空间之中，并在短时间内打造了一栋现代化风格的别墅，带着7个老婆全部搬入其中，在灾荒古代享受着现代顶奢的生活。谁料县太爷为了贪污赈灾粮款，强行命令虾仁收养数千名难民，虾仁直接在别墅外建造电网，将所有难民隔绝在外。此举彻底激怒了县太爷，县太爷以莫须有的罪名想诛杀虾仁，然后将他的所有资产全部据为己有，让事业携带赫赫有名的4大名捕前往桃源村缉拿虾仁。4大名捕之一的铁手当场表演绝活徒手开电网，结果练了10年的铁手被电成了焦炭。另一名叫追命的神不以腿法闻名，一身轻功登峰造极，数米高的铁网对他而言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，根本难不倒他。区区一扇破网，也妄想拦得住我追命？小瘪三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老子的成名绝技踢云纵！过来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癞蛤蟆能蹦跶多高！猖狂，带我进来拿下你的狗命！话音落下，追命双腿屈膝，纵身一跃，整个人拔地而起，窜出数米之高，眼看着敌人就要越过电网的顶端。夏芷薇等7女严阵以待，神色紧张，唯独虾仁不慌不忙，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。虾仁打开系统商城，消耗100点好感值购买了一支火箭筒，直接取了出来，扛在肩膀上，瞄准了正处于高空中的追命。一支穿云箭送你上西天！虾仁扣动扳机，一发火箭弹携带白色尾烟命中半空之中的追命，轰隆一声爆响，空中传来一声惨叫，追命化为灰烬，一双烂靴子从高空坠落。没想到大白天的还能看到这么震撼的烟花，老爷你好厉害啊！看过这么多烟花，还是人形烟花最特殊呢。老爷能不能把它们全送上天呀？不着急，这只是热身运动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铁网外，坐在轮椅上的无情双眼赤红，青筋暴起。三师弟亲眼目睹自己2师弟铁手被废，3师弟被炸成烟花，身为大师兄的无情顿时睚眦欲裂，暴怒欲狂。虾仁，你毁我2师弟，杀我3师弟，今日不让你血债血偿，我无情枉为4大名捕之首。得了吧，你一个坐轮椅的老登装什么波一，除了无能狂怒之外，还能做什么？有种你站起来打我啊，笨蛋！鼠辈猖狂，看我怎么拿下你！只见无情猛吸一口气，随即张开嘴巴，喷射出一颗颗锋利的枣核钉，穿过铁网的间隙，对着虾仁击射而去。空气中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，所有的枣核钉精准地命中了虾仁的胸口，虾仁应声倒地。看到虾仁中招，无情忍不住放声狂笑。他虽双腿残废，但靠着暗器枣核钉杀人于无形，名震江湖数10年。就算是小李飞刀来了，也恐怕只能甘拜下风。你们的老爷已经被就地正法了，还不速速打开这破网，乖乖受降，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可夏芷薇等人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伤心难过的表情，反而一个个笑颜如花，让无情等人摸不着头脑。老爷，别玩了，这帮蠢狗还真以为你死了呢。话音落下，虾仁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了起来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中了我的！嘴里含个破枣核，装你妈的求千尺呢！这种垃圾玩意，就算你吐3天3夜，也伤不了我半根毫毛。幸亏老子早有防备，之前从系统购买了防弹衣，穿在了身上，否则搞不好真有可能会阴沟里翻船。
师爷，此子诡计多端，今日怕是拿他不得。咱们先撤，等回头万事俱备，再来取他狗命。虾仁打开系统商城，消耗100点好感值购买了1颗手榴弹。在下其实还有一个外号叫玉面手雷王，来者是客。既然你们想走，那这颗手雷就送给你们吧，一路走好。虾仁用力将手雷抛出了电网外。娘子们，捂住耳朵！夏芷薇等妻女立即捂住了耳朵。轰隆一声巨响后，手雷爆开，冷血无情，铁手还有师爷被炸飞数米之外，躺在地上成为了尸体。什么4大名捕，就这？哇，老爷一如既往的勇猛，安全感简直爆棚裂！让人闻风丧胆的4大名捕，在老爷面前就是土鸡瓦狗，不堪一击。我敬老爷如神明。机操物6。可这样的话，事情就闹大了。县太爷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凛冬已至，天下都得大乱。一个小小的县令算个毛线？他再敢过来搞事，我亲自送整个衙门的人上西天。老爷，你看，下雪了。漫天的鹅毛大雪飘然落下，狂风呼啸，天地温度骤降，宣告着冰封末世的降临。这场雪越下越大，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。短短3日，整个世界便被覆上了一层雪白，温度骤降至零下20度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。虾仁带着7朵名花住进了别墅内，利用发电机给整个庇护所通了电，并且从系统商城里购买了空调、地暖等高科技设备。在零下数10度的环境中，依旧穿着清凉，外面寒风呼啸，别墅内四季如春，说是神仙般的日子也不为过。但桃源村其他村民们的日子可就惨了。数十名村民集中在村长家内，脸颊通红，缩着脖子，冻得瑟瑟发抖。人群之中，一名秃头的中年男人愁眉苦脸。村长，这鬼天气要把人冻成冰棍了，俺家的柴火都烧完了，你得给俺想想办法啊！俺家的粮食也吃完了，仅剩的几个窝窝头冻得跟石头似的，咬都咬不动。再这样下去，不被冻死也得被活活饿死。你们找我有啥用？我家情况不比你们强多少，而且我听说县城里的物资价格疯涨，已经翻了几10倍了，就这还抢不到，只能等雪停了。那雪要是一直不停咋整？就在这时，一名长相妩媚的女人开口接话：等等，我记得虾仁在前几天将县城集市内所有的物资全部买断了，而且还盖了一间很特殊的房子。莫非他早就知道会出现天灾，所以提前囤积了大量物资？还真有这个可能。虾仁买空了大半个县城的物资，养活咱们村里的百10号人轻而易举。而且他家房子很大，走，咱们搬到他家去住。王大志带领一众村民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虾仁家别墅外。透过别墅的玻璃，王大志等人看到了室内的虾仁穿着清凉，正在和7个美女有说有笑地吃火锅，顿时傻了眼。好大的宅子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特别的款式，跟做梦一样，太华丽了。我去，他们怎么都穿的那么少？难道不怕冷吗？肉，他们在吃肉，我们都快冷死饿死。虾仁居然在偷偷的开小灶，这小子也太够了吧！见到眼前的一幕，一众村民们馋得口水横流，忍不住大呼小叫，引起了虾仁的注意。好像是村里的那些傻福，你们先吃，我去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虾仁披上了一件貂皮大衣，打开玻璃门，走到了庭院外，看向王大志等人。你们在狗叫什么？我家不招看门狗，还请各位牲口们滚远一点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虾仁的前身平日里没少被桃源村里的村民们欺辱和殴打，他自然不会给这些人好脸色。虾仁，咱们可都是你的父老乡亲呢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侮辱狗，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哪比得上狗？我命令你赶紧把门打开，好吃好喝的招待乡亲们，否则你们就要强闯是吧？别墨迹了，全都一起上吧！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乡亲们，给我把这破网推了，把他家砸了，里面的物资人人有份。王大志一声令下，数十名村民如狼似虎扑了过去，在身体接触电网的瞬间，自动触发了防御机制，一股强大的电流袭来，当场有10几人身体僵直倒地，吓得其他人目瞪口呆，纷纷停止了进攻。我还没出手，你们怎么都倒下了？村里人身体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怪不得这小子有恃无恐，原来在铁网上动了手脚。那咋办啊？别慌，糙家伙，滑地道，从下面穿过去。村民们当即抄起锄头和铁铲，对着地面疯狂地挖掘。突然，一名村民浑身被电流包裹，当场僵直倒地，浑身冒出黑烟。村长，地下也埋了诡异的铁网，挖不动啊！畜生啊！这个虾仁太狠毒了，我们只是想跟他同甘共苦，他却想要了我们的命啊！眼见来硬的不行，王大志和村民们立即卖惨打感情牌。虾仁啊，刚才是叔叔冲动了点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爸可是异姓兄弟，也算是你半个爹。你这么孝顺的孩子，应该不会对老父亲我见死不救吧？快开门，让我进去，以后我可以给你带孙子啊！村长，我爹当年和你一起上山打猎，遇到了猛兽，他好心掩护你逃跑，结果身受重伤，你非但没有掏一
1分钱就治他，甚至到死也从没来看过他。有你这种兄弟，简直是一种耻辱。虾仁，你还记得沈部？小时候我还喂过你饭呢。做人要讲良心，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了，快让沈进去。当然记得，小时候你拿我当乐子，将一块连狗都不吃的骨头强行塞到我嘴里，现在我10倍还给你。虾仁打开系统商场，消耗100点好感值购买了一根消防喷淋管，接入水源，随后抱着喷淋管对着电网外的一众村民们狂喷，巨大的水流将所有村民淋成了落汤鸡。本就天寒地冻，村民们根本扛不住这彻骨的寒冷，一边咒骂着，一边狼狈的四处逃离。很快，只剩下潘银莲一人。潘银莲是村里出了名的水性杨花，不知道与多少男人有染。虾仁的前身对她言听计从，将其视为女神。仗着这一点，潘银莲想要用美人计征服虾仁。虾仁哥哥，莲儿快不行了，求求你开门，让莲儿进去取暖好不好？想用美人计诱惑我，前提的你是美人，可惜你长得太丑了。别墅内的7朵金花个个美若天仙，相较之下，潘银莲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。虾仁自然对这种携带病毒的鲲没有任何兴趣。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！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不找人弄你！你身体这么脏，我发善心，帮你洗个澡吧。虾仁将消防喷淋管对准潘银莲一顿狂喷，潘银莲发出尖叫，狼狈逃离。解决完村民后，虾仁回到室内，发现身体素质最好的夏芷薇突然发了高烧，身体虚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刚才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小雪突然就浑身发烫了。虾仁将夏芷薇抱进了房间，放在了床上。虾仁打开系统对夏芷薇的身体进行扫描，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目标夏芷薇身体发生异变，即将觉醒异能。受到末世降临的影响，极少部分人类会觉醒特殊的异能，而夏芷薇就是其中之一。对此，虾仁喜忧参半。既然夏芷薇能觉醒能力，那么必然也会有其他人成为异能者。如果是敌人的话，或许会有些麻烦。看来我还不能完全躺平，得想办法继续提升庇护所的防御等级。衙门内，身穿官服的县令坐在公堂之上，几名官差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。禀报大人，雪灾蔓延全城，所有庄稼农田尽数损毁。禀报大人，成千上万的难民失控，开始疯抢物资，县城内所有商铺全被洗劫一空。不好了，大人，衙门库房的大门被难民们强行破开，里面的粮食全被搬走了。哼，该死！这帮刁民真是狗胆包天！立即召集4大名捕，将捞尸的全部抓进大牢。大人，师爷前几日带4大名捕去抓虾仁，之后便杳无音讯。属下派人去查过，只发现了少量他们的随身物品，怕是已经遇害了。那还等什么？立即召集所有人手，前往桃源村逮捕逆贼虾仁。大人息怒，那虾仁盖了一栋奇怪的房子，还在外面安装了可以电杀人的铁网。若不破开那层铁网，去再多人也只是送死。什么？那傻子竟有7等本事？大人莫慌，小人有一好友，最近获得了一种能够穿墙的本领，使所有障碍如无物。若得他相助，擒拿虾仁如捉鸡抓狗般易如反掌。顿时，一名长相阴险的男子走了进来。小人高强，见过大人。你真有穿墙神通？何止是墙，只要是障碍物，我都能穿。高强当即从一名官差身上穿透了过去。好，立即召集所有人马，随我前往桃源村。等拿下虾仁后，论功行赏。夏芷薇的高烧已然退去，整个人变得神采奕奕。我感觉体内有一股特殊的能量，我好像能操控冰雪。说着，夏芷薇走到庭院外，大手一挥，院落的空地上顿时凝聚出一个雪人。这位妹妹好厉害，这个能力用来打雪仗岂不是无敌了？在冰封末世中能够操控风雪，简直是逆天，说是最强辅助也不为过。就在这时，刘一手带着数十名官差来到了别墅外，看到眼前这栋华丽奇特的建筑，刘一手顿时起了贪婪之心，想要占为己有。好你个虾仁，本官都快冻成狗了，你却躲在这避风港内左拥右抱，好不快活。那咋了？西爷和4大名捕现在遭到你的毒手了，他们的骨灰就在你们的脚下，怀念的话可以抓一把雪带回去煲汤喝。放肆！谋杀官差是诛九族的死罪。本官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乖乖把门打开，交出西墙的所有物资和这栋宅子，或许本官还能让你走得痛快一点；否则，本官定教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就算是皇帝老儿敢跟我呲牙，我也照样抽他丫的大嘴巴子。而你一个小小的9品芝麻官，也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？你的脑子里长的是狗胆吗？混账东西，竟敢对圣上不敬，你死定了！你是不是以为自己龟缩在这狗笼里，本官就拿你没辙了？也奥奈无何。高强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给本官将这破网打开。遵命，大人。高强露出狞笑，随即身体变得虚幻起来，直接穿过铁网，进入庭院之中。
怎么可能？他居然会穿墙？莫非他和小雪一样，都觉醒了特殊的能力？糟了，他去开门了，不能让他打开铁网。高强迅速来到庭院出入口的位置，却连个门把手都没有找到。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从内部打开电网。殊不知，电网的开关在室内，而且需要人脸识别，没有虾人的允许，谁也打不开。来都来了，那就留在这里当个冰雕吧。只为给他换个造型。夏芷薇抬手施展一眼，无数风雪涌向高强，在顷刻间将高强凝结成冰。刘一手万万没想到虾人身边也有异能者，顿时一脸骇然，只能硬着头皮进行强攻。来人，放火箭，给本官烧死他们！娘子们，跟夫君回屋内看小丑表演。虾人和7名美女不紧不慢地退回了大厅内，数十名弓箭手发射火箭，箭矢从天而降，叮叮当当地撞击在玻璃上，随即落地被冰雪熄灭。别墅内所有的玻璃都是最顶尖的装甲玻璃，就算是寻常的炮弹也攻不破，普通的火箭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正好闲着无聊，陪他们玩玩猫系老鼠的游戏吧。虾人打开系统商场，消费200点好感值购买了一台武装无人机。虾人取出一把机枪安装在无人机上面，随即操控遥控器，无人机飞出了庭院，飞到了刘一手等人的头顶上空。大人，你看，天上怎么有一只奇怪的黑鸟？管他什么鸟，给本官卸下来，带回去煲汤喝。不等刘一手等人有下一步动作，虾人已经按下了射击键，火热的子弹和暴风雪一同坠落，官差们如韭菜般一片片的栽倒。妖法，是妖法，快撤！刘一手被直接吓破了胆，带着仅剩的几名幸存者仓皇逃离，大败而归。虾人操控无人机飞回室内。这是什么武器？居然能御空而行，太厉害了！这叫无人机，我等会送你一台，以后没事的时候可以操控它去看外面的风景，不仅可以排忧解闷，而且一旦发现敌人，可以直接进行远程打击。金灵月上前依偎在虾人怀里，老爷对我真好。老爷，我也要。都有1人1台。虾人购买7台无人机，消耗了1000多点好感值，但却赚回了超过5000点好感值，让本就富裕的生活更加流油。老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进房间低干活吧。我们姐妹商量好了，今天要一起入寝。吾乃桃源村虾人。对我来说完全小儿科，既如此，那便战吧。末世降临后的第10天，温度骤降至零下30度，天灾之下，无数人流离失所，冻死在皑皑白雪之下。整个桃花县一片寂静，宛如一座死城。一名骑着铁骑的女将军率领上万名骑兵来到了县城衙门口。桃花县地处边关要塞，末世来临后，北方的匈奴大军趁势发兵，想要一举踏平大周。赤练身为大周第一女战神，主动请缨来镇守边关。刘一手屁颠屁颠的前来迎接。刘县令，我等跋山涉水千里，舟车劳顿，粮草耗尽，你立即给将士们准备好酒好肉，还有御寒的衣物，不得有误。回将军，衙门的库房早已被洗劫一空，小人也只能靠米汤勉强苟活，哪有什么酒肉啊？没有，难道不会去买吗？这么大的县城，岂会连点粮食都凑不到？将军有所不知，在天灾来临之前，城内大半的物资都被一个叫虾人的逆贼给买空了。岂料不仅买断资源，还占村为王，谋害官差，甚至辱骂当今圣上，简直是无法无天啊！小小乡野之地，居然还有这等狂人，本将还真是闻所未闻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探子骑马而来，表情惊慌无比。将军不好了，匈奴的鞑子来了！不是说敌军最快也需要3天才能抵达吗？怎会如此迅疾？敌军派了一支先锋轻骑兵，大约有1万多人，已经抵达了20里外的桃源村。桃源村地形特殊，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。若是匈奴大军以此为据点，便无后顾之忧，可以肆无忌惮地不断对大周发兵，绝不能让他们轻易得逞。全军听令，随我出击，誓死也要守住桃源村。可匈奴本就生活在严寒地带，在风雪之中如鱼得水，咱们的士兵奔波千里，又冷又饿，连武器都拿不住了，又如何与敌人作战了？将军要不放弃桃源村，咱们等大部队来了再死守桃花县吧。糊涂！那个虾人家中有大半个县城的物资，足以养活数万人的军队。若是落到匈奴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正所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无论如何，必须拿下这批物资。另一边，一支万人匈奴骑兵浩浩荡荡地进入桃源村，为首的将领名叫宇文烈，出了名的嗜血残暴。进村后的第一时间就控制住了村长王大志和一众村民。王大志和村民们跪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把你们村的粮食、美酒还有女人统统给老子交出来！军爷，这灾荒年代又遇到雪灾，村里早就一无所有了，连个野菜都挖不到，上哪去弄粮食啊？哼，不交粮食，那你们就当粮食吧。匈奴出了名的残暴不仁，甚至将大周人称为两脚羊，村民们闻言差点活活吓死。
军爷别杀我，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吃不完的粮食和美酒，还有国色天香的绝世美人。小的这就带各位爷过去。你要是敢骗我，老子就把你当阳给拆了。小人不敢，各位爷随我来。很快，在王大治等人的带领下，宇文烈和匈奴士兵们来到了虾人所在的别墅外。看到眼前如此奇特的建筑后，这些游牧蛮子们大感新奇。当宇文烈和匈奴士兵们透过玻璃看见虾人和7个美女在大厅里一边喝酒一边吃烤肉的场景后，犹如狼见到羊一般，一个个露出了贪婪的目光。在他们眼中，这里的一切皆是囊中之物。没想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居然还有如此水灵可人的美人。里面的小子给我听着，我命令你立即打开大门，主动献上房屋内的一切，或许老子心情好，可以让你当我的马奴。是北方的鞑子，他们怎么来这里了？那还用说，必然是想趁着天灾制造人祸。北方鞑子觊觎中原各国领土已久，我们大疆就是被这帮畜生灭掉的。这帮匈奴皮糙肉厚，极为抗寒，眼下恶劣的环境对他们而言如有神助，怕是不好对付。是村民们把这群恶魔引过来的，真是太可恶了。这里地处大周边境，鞑子想要进军大周，定然会先占据这里。老爷建造的别墅太显眼，这下恐怕麻烦了。成千上万的匈奴大军将别墅里3层外3层的包围，夏芷薇等人心情忐忑紧张，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虾人。虾人早就注意到了鞑子进村，本来他不想多管闲事，但没想到对方居然主动上门挑衅，这尼玛谁能忍？怕个锤子！老爷我可是6边形人类高质量强化战士，谁来也不好使。虾人走到庭院，负手而立，一脸从容。老登，就是你把鬼子引进村的？是他，就是他，军爷，他手上有巨量的物质，只要弄死他，咱们就能吃香的喝辣的。不过这铁网很诡异，不能用手直接触碰，否则会遭到电击，军爷要小心啊！一张破铜烂网岂能拦我？老子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降还是不降？我有2个娘子的国家，就是被你们这帮狗东西给祸害没的。作为一个真正的 man， 我有义务让你们付出代价，管你1000人、1万人还是10万人，今日一个都别想走。听到虾人的话，宇文烈和一众匈奴士兵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你一个人也妄想挑战我们千军万马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真当自己是天神下凡啊？没错，我的出现的确弥补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缺憾。你们可以跪下叫我父亲，也可以呼唤我另一个名字上帝。死到临头还敢大放厥词，扯货！老子这就送你下地狱！宇文烈一声令下，数十名匈奴合力抱起了一根粗壮的木头，对着电网疯狂地撞去。在木头接触到电网的瞬间，一股恐怖的电流爆发出来，数十名匈奴当场身体冒烟，僵直倒地，登上了西天。怎会如此？只有干燥的木头才不导电，木头越潮湿，导电性越强。一群没文化的傻福，下辈子投胎好好的学一学物理吧。来人，上投石机，给我将这个乌龟壳狠狠地砸开！宇文烈一声令下，10几台投石机被匈奴们拉了过来，一颗颗巨大的石头越过电网，如天降陨石般朝着别墅的方向轰然落去。虾人大手一挥，打开系统空间，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，将所有落下的巨石全部吸收了进去。这是什么妖法？你究竟是人是鬼？我是不是人不重要，但你们很快就是鬼了。虾人已经将系统空间的运用开发到极致，不仅能够用来储存物资，甚至能够将吸收的东西原路返还。小飞石来了！虾人一抬手，被吞入空间的所有巨石激射而出，如炮弹般将宇文烈的军队砸得人仰马翻。快死啊！快撤！就在这时，夏芷薇走到了虾人身旁，施展异能，无数冰锥从天而降，收割着匈奴士兵们的生命。秦东东等人也操控武装无人机，无人机上的机枪无差别的凌空扫射，匈奴士兵们成片成片的倒下。短短片刻之间，宇文烈率领的精锐铁骑便死伤大半。他戎马半生，从未遇到过这么诡异的事情，早已吓得魂飞魄散。手底下的士兵们也跟见了鬼似的丢盔弃甲，抱头鼠窜。现在才想跑，迟了！虾人直接召唤出了数万只毒蜂，毒蜂们一拥而上，疯狂地将致命的毒液注入匈奴士兵们的体内，以绝对碾压的方式将这支匈奴帝国的精锐部队送入黄泉，连带着给他们带路的村民们一并送葬。虾人以一敌万，此刻在夏芷薇等人的眼中宛如神明，妻女对他的崇拜达到了新的巅峰。夏芷薇好感值加999，秦东东好感值加999。姬明月好感值加999，姬子月好感值加999，岛川芳子好感值加999，肖荣宇好感值加999，田灵儿好感值加999。姬明月和姬子月眼眶泛红，眸中有泪光闪动，两人同时跪倒在虾人的面前。多谢老爷诛杀恶贼，替我江国逝去的子民复仇。当初父皇和母后就是被这帮鞑子逼死的，本以为此生报仇无望，没想到老爷替我和姐姐了却了心愿，下半辈子我们做牛做马也要报答。姬明月好感值加1万，姬子月好感值加1万。666，一下子收割了这么多好感值，这波简直赢麻了啊！
虾仁温柔地将姬明月和姬子月扶了起来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跟着我只有享不完的福，怎么可能当牛马？就在众人其乐融融之际，不远处传来了马蹄飞扬的声音。我尼玛，达子的援军这么快就赶来了吗？试炼风风火火地带着骑兵们赶到了桃源村，刚进村就听见了打斗的声音。本以为村子里的人被匈奴大军屠尽，可当他们循声而至时，只看到了遍地狼烟和鞑子们的尸体，一个个差点没惊掉下来。这是幻觉吗？鞑子们居然全军覆没了！看，那是匈奴的大将军宇文烈，号称百人敌，竟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！我的天哪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很快，试炼注意到了眼前这栋造型特殊的建筑，隔着电网看见了虾仁和夏芷薇等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试炼身份大周将军，综合评分98分，当前状态震惊。我去，发现一只极品女将军，难道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？作为大周的子民，帮助国家击杀一些敌人，这很合理吧？合理，1万名匈奴先锋精锐就这么没了，你跟我说合理，这太不合理了吧？试炼的战力在大周数一数二，但撑死也就以一敌百。他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万人敌，但眼前的一幕刷新了他的三观。奇怪的宅子，平平无奇的男子和7个美人，难道你就是虾仁？谁他妈说我平平无奇？肯定是嫉妒我的美貌，我可是出了名的美男子。试炼从刘一手口中得知，虾仁是个奸诈狡猾、藐视皇权、无恶不作的歹人，但见到其本人后才发现他气宇轩昂，而且身怀巨大神通，帮助大周解决了狼军，瞬间对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。此人手段通天，绝非等闲之辈，若是能将其招揽，必然能在不久后的战斗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。吾乃大周将军赤炼，奉皇帝命令前来镇守边关，希望虾公子能竭尽所能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我得花天酒地，还得传宗接代，哪有时间管国家大事这种芝麻小事啊？只要虾公子愿意，定然能封官加爵，名垂千古。别画饼了，黄金现在都变成一文不值的石头了，加官进爵又有个屁用？老子现在只想躺平，哪怕让我当大周的皇帝，我都没兴趣。听到虾仁口出狂言，一众大周士兵顿时摆出战斗姿态，杀气腾腾，一副要将虾仁生吞撕碎的狠厉模样。大胆刁民，竟敢以下犯上，这可是诛九族的死罪。将军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末将必想方设法取其首级，以儆效尤。一群傻福，真当我是软柿子，谁都能捏了。我既然能葬送1万名鞑子，也能让这漫天大雪埋沙尔等。想死的，给我吱一声，虾某只管成全。眼见气氛剑拔弩张，试炼急忙开口呵斥手下：都给我闭嘴！虾公子诛杀敌军过万，这是盖世的功劳，岂容你们在这里胡言乱语？都给我退下！这才像是人说的话，看来你们也不全都是蠢货。试炼翻身下马，双手抱拳，还请虾公子出山，为镇守边关出一份力。想让我帮忙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很简单，攻城之后你得做我的压寨夫人。试炼万万没想到，虾仁居然看上了自己，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。有没有搞错？你明明有7个美若天仙的女伴，居然还想……皇帝老登都能后宫佳丽3000，我的后宫还没到10个呢，跟他比起来，我简直纯洁的不像话。试炼出了名的脾气火爆，若换作平时，要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，早就忍不住拔剑了。但为了大周的安危，他决定舍生取义。只要你能帮我守住边关，我赤炼的这条命都可以给你。既然如此，进来说话吧，把敌军的情况和守城计划详细的告诉我，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将军，此子狡猾诡异，小心有诈啊！末将愿与之一同前往。不好意思，丑剧，你们这些喽啰还没有资格进我家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我相信自己的直觉。虾仁将电网打开，试炼走了进去。老爷还真是不爱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咱们要多一个小姐妹了。不得不说，老爷的体力是真的好啊，多一个妹妹，咱们也能轻松一点。这个女将军看着就很生猛，应该能让老爷非常高兴地干活。谁跟你们是姐妹？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老爷是无敌的，他既然答应了，那肯定没问题。你现在有点抗拒是正常的，但我保证你很快就会拜倒在老爷的人格魅力之下。虾仁到底何德何能，让这么多极品女人对其死心塌地？试炼怀揣着5分疑惑、4分好奇和1分紧张，进入了别墅内。刚迈进大厅的一瞬间，他整个人舒服的一激灵，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哼唧声。好暖和，这里面的温度和外面简直是天差地别。房间里生火了吗？我怎么没有看见火源？房间里安装了地暖，还有中央空调，4级恒温，根本不需要柴火。地暖、空调，那是何物？试炼一头雾水，看着室内的各种智能家具，手足无措，像个好奇宝宝一样问东问西。当得知这些神奇的物件都是虾仁发明后，看向他的眼神多了一丝崇拜。
赤练好感直价500。果然女人都是慕强的，尤其喜欢像我这种神秘的男人。哪怕我站在这里什么也不做，只要摆好 pose， 他就会被我迷得神魂颠倒。很快，赤练的目光落在了餐桌上，桌上放满了新鲜可口的羊肉、牛肉、猪肉、鱼肉以及香醇的美酒，看得他忍不住吞咽口水。虾公子，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你们吃的这么好？你想多了，这只是家常便饭而已。什么？你没在开玩笑吧？老爷说的是实话。我们每天3顿主食，3顿轻食，3顿水果餐，1天9顿，天底下没有比做老爷女人更幸福的事情了。9顿，我的天呐！你们虽然存了不少物资，但也经不起这般消耗吧？放心吧，我的物资就算100个女人吃100年都吃不完，这点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还是说说正事吧，告诉我敌军有多少人，什么时候到，你们又有多少人？根据前方探子回报，此次匈奴大军举兵100万，打算长驱直入，一举歼灭我大周。大周全国兵力也不足50万，我能调动过来的只有10万人马。听完赤练的叙述，夏芷薇等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10万打100万，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而且匈奴的鞑子极为耐寒和擅长血战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必能以摧拉枯朽之势荡平边关，根本无法抵挡。赤练姐姐，要不你脱下这身行头，跟我们在这里躺平得了。身为大周的将军，我可以战死沙场，但绝不会苟且偷生。虾公子，若是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勉强。区区100万大军而已，我弹指间便可让他们灰飞烟灭。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，若真让匈奴大军破了周国，虾人就算苟在村里，也恐怕会有源源不断的麻烦找上门来。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趁此机会主动出击，干一票大的。虾公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灭掉了1万匈奴，但1万和100万的差距有多恐怖，难道你心里没数吗？就在这时，一名信使骑马来到别墅外。是援军的信使，莫非发生了什么意外？赤练来到庭院外，那名信使隔着电网在雪地里跪了下来，声泪俱下。将军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外面天寒地冻，10万将士们实在扛不住，已经原路返回了。居然敢临阵脱逃，是谁下的命令？是朝廷宰相秦松下的命令，他连发12道金牌剑令，让将士们回撤，违令者斩。秦松这个奸贼，早就听闻他跟匈奴的人私底下有往来，没想到居然做出这等畜生行径，仅靠1万疲军，怎么抵得过匈奴的100万雄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奸臣当道，天要亡我大周啊！赤练面如死灰，满脸的绝望之色。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女将军，此刻精神彻底崩溃，而外面的将士们也纷纷抱头痛哭，发出一片哀嚎，丧失了全部的斗志。这时，虾人走了过来，双手负立，一脸风轻云淡。哭也算时间哦，难道敌人会因为你们哭就愿意止戈吗？1万人对100万人，如以卵击石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谁说没有意义？这不还有我吗？虾公子，就算你再厉害，你一个人又怎么挡得住100万大军？赤练姑娘，你也未免太小看虾某了吧？100万大军在你们眼里可能是难以逾越的大山，但在我这儿啥也不是。虾人拿出了一把冲锋枪，这是我发明的武器，若是咱们的士兵装备上能够以1敌100。难道你就是靠这个击杀的宇文烈等人？没错，若咱们的骑兵装备上论杀伤力能够媲美100万大军。见赤练不信，虾人当场演示了一番，扣动扳机对准庭院内的雪人一顿横扫。见识到枪械的威力后，赤练心中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。若真能每人匹配一把这样的神兵利器，咱们的胜率至少能有30%，剩下的7成我来补上。虾公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到时候看我表演吧。眼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当务之急是让你的这些手下吃饱喝好，然后赶紧学习枪械的用法。可我们的粮草早就在路途中耗尽了。我可以借给你们，但回头你们得10倍奉还。虽然虾人狮子大开口，但若真能解决匈奴大军，这些根本就不是事儿。赤练痛快地答应了下来。桃源村的村民们已经全部归西，1万名士兵们正好在村内房屋安顿了下来。虾人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物资，接着消耗了所有的好感值，购买了大量的枪械和子弹，并亲自教导他们使用。在体验到枪械威力后，大周士兵们士气大振，一个个感觉自己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恨不得立马投身战场，大显神威。虾公子真乃天神下凡，不管这次攻城与否，只要赤练还活着，就一定会履行承诺，做你的。做我
什么？虾公子莫要打去赤练了，眼下士兵们吃饱喝足，精神振奋，我这就带他们去布置防线。县令留一手，中饱私囊，边境防线如豆腐渣似的不堪一击，敌军很快就到了，现在重新建设已然来不及了。这狗官，我回去就斩了他！边境防线如此脆弱，那咱们拿什么与匈奴大军对垒？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主动出击，虾公子，你莫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给的武器虽然厉害，但敌军也有大量的弓箭手和远程攻击的手段，咱们才区1万人，正面拼杀可扛不住他们的狂轰滥炸。桃源村30里外有一处天然峡谷，名为一线天，两边是巍峨山壁，且绵延数十里。敌军想要进入大周境地，必须穿过这里。虾公子莫不是想在此地进行伏击？没错，等敌军进入峡谷后，我来守住出口，你们只需要在入口处疯狂扫射，前后夹击，定能让匈奴溃不成军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一个人守住出口，挡住敌人的100万大军？所谓的100万雄师，在我眼里不过是100万蝼蚁，我一人守关足矣。听到虾人的狂言，试炼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疯了。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仅凭一己之力拦住100万大军，这太扯淡了。试炼姑娘，我知道你觉得很离谱，但信老爷者得永生。老爷既然说可以，那就一定行的。对你们来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，但在老爷这里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。我家老爷有无敌之资，天不生他虾公子，大周万古如长夜啊！一句话，天下乱不乱，老爷说了算。干吧爹！试炼彻底傻眼了，他万万没想到这7个女人被洗脑洗得如此彻底。一个真敢说，7个真敢信啊！可是到如今，他已经没得选了，只能将宝全部压在虾人身上。虾公子，我想我可能也快疯了，我愿意陪你孤注一掷。风雪肆虐，天地一片苍茫，户外几乎见不到行人和动物，只剩下漫天的呼啸声，如恶鬼咆哮。眨眼间，3天已至，一阵阵马蹄踏雪的激荡声在空中不断的回响。匈奴的100万大军已经来到了桃源村30里之外，停在了一线天大峡谷的入口处。为首的是一名男子，身材魁梧，满脸络腮胡，扎着小辫子，骑在一匹披着盔甲的战马之上。奇怪，宇文将军怎么没派人过来接应？另一名身穿红装、英姿飒爽的女将军骑在战马上，开口接话：莫不是出事了？能出什么事情？大周的秦相是咱们的人，已经飞鸽传书，说边关只有1万兵马，连10万援兵都被他给强行召回了，咱们只管大军压境即可。可我总觉得此地杀机萦绕，若敌军想要设伏，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。元帅，依我之见，还是得慎重一些。娘们就是娘们，你也太磨叽了。这4周地面屏障，若真有敌军，必然会在雪地里留下脚印。而且，就算有敌军埋伏，又岂能挡得住我匈奴的100万雄师？兄弟们，说是不是？说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我是元帅，就都得听我的。说不定宇文将军已经攻下了大周边关，准备好了庆功酒，在为咱们接风洗尘呢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完颜图一声令下，匈奴的10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挺进了一线天峡谷之中。当大军深入峡谷腹地之时，一名男子的身影赫然出现在皑皑白雪之中，站在崖壁之上，俯视千军万马。大周境内猪狗尽行，哪来的疯子也敢在老子面前胡言乱语？今日的风雪甚是喧嚣，有虾某在此守关，诸位生路已断，不如一同下地狱去吧，如何？小心戒备，有敌军埋伏。鼠辈，别遮遮掩掩了，把你们的人全部叫出来，老子一次性杀个干净。就在这时，夏芷薇的身影出现在虾人的身旁。一个女人？没错，我们夫妻2人，涂面儿等绰绰有余。一个傻子，一个疯子，也敢大言不惭！来人，给我放箭，将他们射成马蜂窝。抱歉，你们可能没有开弓的机会了。老爷，我准备好了。那就让暴风雪来的更猛烈些吧。夏芷薇毫不犹豫地催动异能，峡谷两边的山体传来轰隆隆的震动声响，山体上的积雪开始迅速崩塌，如海啸一般向下方席卷而去。糟了，是雪崩！快向前冲，冲出峡谷！想出去，你们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虾人从系统空间里拿出火箭筒，发射出火箭弹轰在对面山体上，滚落的碎石将前方的道路彻底封死。此时，雪崩彻底降临，将无数的匈奴士兵淹没吞噬，连惨叫一并消失在暴风雪之中。回撤，退出峡谷。一场雪崩带走了近一半的匈奴士兵，阿骨朵和完颜图带着剩下的士兵急忙回撤，想要退出峡谷。就在这时，赤练率领1万名骑兵冲了过来，堵住了匈奴大军的退路。这么点人也敢拦我？兄弟们，给我杀！全军听令，开火！话音落下，1万名大周骑兵掏出了虾人借给他们的冲锋枪，扣动扳机，刹那间火光四射，化作一条条火蛇，疯狂地收割着敌军的生命。短短几个回合，峡谷内便尸横遍野，遍地狼烟。虾人站在高处，双手负立，俯视下方，手中出现了一把黄金左轮。虾人瞄准完颜图，一枪爆头，随后拿出对讲机。
赤练姑娘，敌军首脑已被我诛杀，打开一条路，让剩下的败犬们跑路吧，否则狗急跳墙，对你们恐怕不利。就算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，瘦死的骆驼依旧比马大。即便匈奴大军只剩下20-30万人，也绝不是赤练区1万人能够吞下的。夏芷薇精神力已经耗尽，短时间内无法造出第二次雪崩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敌军不战而逃。收到，听虾公子的，全军散开，让他们走。大周士兵们顿时向两边散去，让出了入口通道。本准备搏命的匈奴士兵见状，顿时失去了斗志，一个个丢盔弃甲，亡命奔逃。阿骨朵骑着战马，准备跟随残军撤离，突然战马被子弹射中倒地，他摔下马，栽倒在雪地之中。虾人的身影出现，似笑非笑地看着阿骨朵。目标阿骨朵，身份匈奴女战神，综合评分99分，当前状态惊怒、痛苦、迷茫。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一个超级极品，这要是不收，简直天理难容。该死的大周人，我要杀了你！阿骨朵刚要起身，赤练就带人赶了过来，将阿骨朵绑了起来。虾公子，此女是匈奴第一女战士，抓住她可是大功一件，该如何处置？我听你的。此女刚烈桀骜，打包送回我家，让我亲自教育一番。赤练当即听出了虾人的弦外之音，但经此一，他的心彻底被虾人征服，一身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当100万师。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霸气的男人，早已对其芳心暗许。现在无论虾人说什么，他都会听，都会信。将军，我们不费一兵一卒便击退了匈奴的100万大军，这是奇迹，不，这简直是神迹了。老子这辈子都没有打过这么无敌的仗，哈哈，痛快，太痛快了。无敌不是我们，是虾公子，全体都有，向虾公子致敬。赤练和所有的大周士兵纷纷单膝跪倒在地。手握星辰摘日月，世上无你这般人，虾公子无敌。虾公子无敌，无敌，无敌。其实我也想低调，奈何实力不允许啊！没办法，谁让我这么优秀呢？战斗结束后，赤练和大周士兵们负责收拾残局、打扫战场，而虾人则带着最大的战利品阿骨朵率先返回了桃源村。刚进入别墅内，阿骨朵就傻眼了，房间内的一切他都闻所未闻。见所未见，而且异常的温暖舒适，让他舒服的差点忘了自己已经成为了俘虏。老爷真厉害，打仗也能拐一个异国风情的姐妹回来，这都第9个了。老爷的眼睛就是尺，这姐妹的身段和样貌都是1等1的顶。我要是男人，我也喜欢。我听说过9子夺嫡，那咱们以后是不是要9女生子了？想想就很让人兴奋地干活。花心的臭男人，放开我，我死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我与你们大周不共戴天。虾人并没有搭理阿骨朵的无能狂怒，而是备好了满桌丰盛的饭菜和美酒。连日奔波的阿骨朵早已饥肠辘辘，见到这一幕，差点没忍住流下了口水。饿了吗？我阿骨朵就算死，一头撞死在墙上，冻在卧死外面，都绝对不会吃你们一口的食物。话音刚落，阿骨朵肚子不争气的咕咕叫了起来。虾人上前解开了阿骨朵的绳索。你这是？咱们之间并没有私仇，所以你没必要恨我。你坑杀我匈奴数十万将士，还有脸说出这种自欺欺人的蠢话？第一是你们匈奴侵犯我大周，我们只是被迫防卫，何错之有？第二，本来你的下场就算不死，也会被送到奴隶营内，遭到酷刑折磨，是我救了你，算是你的救命恩人。第三，所有人都看见你被俘虏了，若你现在突然返回匈奴，你觉得你们的皇帝会欢迎你这个吃了败仗的战士，还是会宰了你呢？虾人的3句话让阿骨朵心头一震，匈奴的皇帝残暴不仁，这次大败而归，他身为主将难辞其咎，再加上不清不楚的回去，很有可能被问罪斩首。想到这里，他陷入了两难。不管如何，先过来填饱肚子再说。这可是你求我吃我才吃的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吃穷你。阿骨朵好感值加200哦。万花丛中过，片片都沾身的虾人早就总结了一套把妹经验，对付柔柔温顺的女生就得霸道一点，对付刚烈要强的女人就得温柔一点。在他的步步为营下，阿骨朵渐渐卸下了防备，融入了这个大家庭。8个女孩年龄相仿，很快打成了一片。饭后，阿骨朵满足地拍了拍肚子，没想到在这种恶劣的天气还能享受到这般极致的生活，比我们匈奴皇帝还要舒坦。不得不说，虾公子你的确是个人才。阿骨朵妹，你的房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可以先去休息。那你们呢？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要给老爷开枝散叶。眼看着7朵名花前仆后继地进入虾人的房间，阿骨朵整个人都懵住了。放眼整个匈奴，也没见过这么莽的啊！4日清晨，收拾完战场残局的赤练来到了别墅外，还给虾人带来了一个特殊的礼物，留一手披头散发、模样狼狈地跪在门口。
虾公子，这狗官我给你抓来了，怎么处置听你的。大王饶命啊！小人记到错了。别傻了，刘大人，你可是朝廷命官，我能拿你怎么样呢？不过我记得几里外有一个冰湖，听闻刘大人勇技了得，那就送他下去冬泳吧。来人，送这狗官去冬泳。2名士兵将刘一手拖走。虾公子，匈奴已被击退且元气大伤，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来侵犯我大周。我打算即刻启程回皇城复命，顺便辞掉将军之职，然后卸甲归田，与虾公子厮守。我随你一同去吧。我借了你们这么多物资，而且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找皇帝老儿再要个几万吨粮食不过分吧？虾人虽然不缺物资，但末世之中谁又会嫌自己的物资多呢？他主动前往皇城，一来是为了领赏，二来是想趁机拓展一下后宫的人数。志威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和其他娘子们就待着庇护所里，千万不要随意外出，等我回来。老爷放心的去吧，我会保护好姐妹们安全的。这时，阿骨朵从怀里掏出一封密信，递给了虾人。这是大周宰相秦松叛国的证据，反正我留着没用，送给你了。数日后，虾人跟随赤练的军队抵达皇城，这里是整个大洲最为繁华的地方。任凭外界天灾人祸不断，但这里却依旧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表面看上去一副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。路有冻死骨，朱门酒肉臭，不愧是天子脚下的国都，末世之下居然还能强装出一副无事发生的模样。666。朝廷之上，奸臣当道，给圣上营造出的一种假象罢了。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我就不随你上朝了，不然若皇上在我面前装叉，说不定我会连他一起办了。你把该领的赏拿到就行了。虾公子，那你且先找一处客栈落脚，我先去复命。此间事了，赤练便与你远走高飞。不久前，赤练已经将边关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了皇帝周远。当听完赤练的叙述后，全场文武百官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。为首的一名长相奸猾的中年男子率先开口：赤练将军，你是说你带着1万名兵马，在一个凡夫俗子的帮助下，击退了匈奴的100万雄兵？是又如何？简直一派胡言，吹牛也该有个度吧？你真当匈奴的鞑子是泥塑的了？我带回了匈奴元帅的首级。谁见过匈奴元帅长什么样子？谁知道你是不是随便抓个鞑子杀了就冒充是元帅？就是啊，这怎么听都像是天方夜谭。赤练将军，那个虾公子如果真的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不把他带过来面见圣上呢？虾公子他不想上朝，那是他的自由。你前脚说自己破了匈奴的100万大军，后脚又要辞去将军之职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莫非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秦松，你才有见不得人的秘密！你连发12道金牌，强行召回10万援兵，差点害死了我们。因为我早就收到了消息，匈奴根本就没有发兵。你这疯婆子胡言乱语，浪费国家军力，究竟安的是什么心？陛下，赤练胡言乱语，行为鬼祟，而且还为了一个莫须有的虾公子向大周索要巨额物资，实在是居心叵测。臣怀疑他有通敌叛国的可能。臣建议先将其打入天牢，严加审讯后，自然会真相大白。陛下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我可以不要任何奖赏，但我答应过虾公子，欠他的1分不能少。若没有他，大周此刻恐怕已经被匈奴兵临皇城，国破家亡了啊！放肆！一个将军也敢对朕下命令？来人，给朕将这疯女人打入天牢，天后发落。陛下，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究竟谁忠谁奸啊？来愣着干什么？拿下！数十名禁军冲入大殿，抓住了赤练的双臂。我为大周抛头颅，洒热血，得到的却是如此下场。皇帝昏庸，奸臣当道，可笑，真是可笑啊！陛下，您听见没有？他说你是昏君，他在辱骂您啊！带下去，严刑伺候。明日午时，斩首示众。与赤练分别后，虾人在皇城内漫无目的地闲逛了起来，双眼如炬般在街头巷尾扫来扫去，可惜没有遇到一个颜值能打的美女。看来90分以上的极品妹子可遇而不可求啊！不知不觉间，虾人来到了一处青楼跟前，发现门口聚满了男人，感觉十分困惑。天寒地冻的青楼的生意怎么如此火爆？难道古代男人都喜欢蜜雪冰城吗？虾人上前拉住一名青年，开口询问：哥们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怎么都聚在这里，不进去呢？今天万花楼里举办了花魁宴，花魁李思思李文招亲，若是谁能抱得美人归，做梦都得幸福死啊！如此说来，这个李思思应该样貌不错了。何止是不错，简直赛过天仙啊！而且满腹经纶，他择夫君的要求有2点：第一要有经
吃害俗的才华，而要有英俊潇洒的外表，缺一不可。那说的不就是我吗？看来是为了跟我缔结良缘而特地举办的一场盛宴。呀嘞呀嘞，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起来。这位兄台，我承认你的英俊与我难分伯仲，但你一看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怕是胸无半点墨水，没才华，你恐怕连门都进不去。李思思安排了2名丫鬟守在门口，只有通过筛选的男子才有资格参加花魁宴进行最终的角逐。我们家小姐出了个对子，若能对出其中原因，方有资格入门。上联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各位公子请出下联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我来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右转，不送。我的下联是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如何？对的倒是挺工整，但你长得太过杂乱，还是回家洗洗睡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忘吧，那我就出个孝悌、忠信、礼义廉，无耻。你居然猜到了对子的寓意，还说中了小姐写下的标准答案，好厉害啊！而且还好帅啊，定然是小姐喜欢的款式。公子里面请。万花楼内宾朋满座，数十名青年才俊站在台下翘首以盼，等待着花魁的出现。不知今天究竟花落谁家？若是让我娶到思思姑娘，我少活10年都愿意。才10年，我要是能一心放则，马上去死都行啊！原来古代也有私生饭，我要到看看什么样的女人能把他们迷成这样。一片欢呼声中，大周第一花魁李思思走到舞台中央，唇口齿白，肌肤若雪，身形婀娜，宛如仙子下凡。一众才子们顿时被迷得神魂颠倒，表情失控。目标李思思，身份大洲第一花魁，综合评分99.5分，当前状态含苞待放。我勒个去，接近满分的女人，怪不得能把这些吊痴迷的不要不要的，真是极品中的极品。欢迎各位公子来到万花楼，今日思思举办这场比文招亲，就是想择一良人白首到老。我不在乎他的出身与家境，我只在意他的才华和人品。一名白衣男子手持纸扇，一脸自信。在下唐白虎，乃是皇城第一才子，对思思姑娘倾慕许久。今日我便以文为刃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定要将思思姑娘娶回家。一名黑衣男子不甘示弱，上前介绍自己。在下李荣浩，是本届探花使。若非科考那日喝酒误事，早已荣登状元郎了。论文采，我称第2，谁敢做第1？好家伙，唐大才子和李探花都来了，这2人诗词双绝，称霸皇城文坛，谁敢与他们争锋啊？有这2位大神在，看来咱们注定要当绿叶了。李思思准备了3道题，他将根据众人的作答进行打分，分数最高者将有机会成为他的如意郎君。外面大雪纷飞，冰封千里。第1题便请诸位以雪为题，作一首诗。这个简单，我先来。1片、2片、3、4片、5片、6片、7、8片、9片、10片、11片，飞入草丛都不见。好诗好诗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奥妙无穷啊！不愧是皇城第一才子，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做出这等佳作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靠，不是吧？这种垃圾玩意都能算好诗，这大周的文化水平到底有多低啊？我也有了，在这么冷的天，别离我那么远。可是雪飘进双眼，看不见是你的谎言。好工整，好押韵，李探花果然让人惊喜呀！这下真是巅峰对决了，我等连献丑的机会都没有。虾仁的认知再一次被刷新，他没想到这种答辩一样的诗词也能被捧臭脚，顿时信心十足。是时候给大周的文坛来一点震撼了。李思思眉头紧锁，她不仅是花魁，更是大周第一才女，文学造诣极高，对唐白虎和李荣浩做出的诗词并不满意。就在这时，虾仁突然开口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思思小姐，我叫虾仁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过了今日，你将称呼我为夫君。此言一出，全场皆惊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在了虾仁的身上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，一身布衣穷酸样，也想癞蛤蟆吃天鹅肉？这种乡巴佬一看就是混进来的，快来人，将他撵出去！各位不要误会，我没有跟各位竞争的意思，因为在我眼里，你们都是垃圾。什么？你放肆！你个连字恐怕都认不全的文盲，也敢对我等文豪指手画脚？都给我闭嘴，把耳朵竖起来，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诗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好强的画面感！光有画面有什么用？完全跑题了。以雪为题，你却言杀，真是牛头不对马嘴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当虾仁念完完整的一首诗后，全场寂静，随后爆发出一阵阵惊呼。画面、人物、景色环环相扣，连成一线，直接浮现在我脑海中，简直绝了！
仙品，这首诗是一等一的仙品啊！最后一个血字更是画龙点睛，不仅点题，还将整首诗的意境上升到更高的层级，妙不可言。这小子原来是在扮猪吃虎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不信世界上有这么会吟诗的人。虾公子天赋异禀，此诗足以流传千古。若没有比这更好的诗，那思思就宣布第二道题了。台下一众青年才俊哑口无言，没有一个人再敢开口。李思思见状，拿出了一粒红豆放在手心之上。第二题以红豆为主题，自由发挥，作诗一首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我先来吧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虾仁直接灵针起嘴，打得一众才子们措手不及。听完虾仁做出的诗后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面露震惊之色。以红豆遇相思，简直是神来之笔。想必虾公子也是个至情至性之人。那肯定，我出了名的专一，号称大周第一深情。李思思好感直叫500。哦，诸位公子，还有谁能做出比这更好的诗句吗？碰到天赋怪了，这还怎么玩？这小子长得帅就算了，还这么有才华，真是羡煞我的。既如此，那我出最后一题了，以缘分2字为题，任意作诗词一首。所有人下意识将目光投向虾仁，虾仁纵身一跃，直接跳到了舞台之上，与李思思四目相对，眼神拉丝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虾仁一开口，彻底杀死了比赛。唐白虎和李荣浩直接瘫倒在地，而其他才子们也全都五体投地。虾公子，你说的灯火阑珊处的那人，正是思思小姐，是老天爷指引我来到这里与你相识相知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。李思思好感直下1000。这小子不仅会吟诗作对，还这么会说情话，输的不冤啊！先把他说的话记下来，回头泡妞一定能用得上。无论颜值还是才华，虾仁都碾压在场众人。李思思对其芳心暗许。就在一切即将水到渠成之际，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强闯进万花楼之中，为首的是一名神色桀骜的年轻男子，身穿蟒袍。参见王爷，王爷千岁。起身吧，本王这次来是为了思思姑娘。思思姑娘，听说你不做花魁要离开万花楼，正好过来做我王府的小妾吧。周天霸对李思思垂涎许久，听说李思思比文招亲，立即带人冲了过来。虽然他文化水平堪比哈士奇，但身份尊贵，是天子的亲弟弟，一旦动强，普通女子毫无反抗之力。完蛋，这下不妙了，思思姑娘怕是要被小王爷给拿下了。只能说虾公子运气不好，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说不清啊。嘘，小声点，小王爷出了名的暴脾气，一点就炸，千万不要让他听到。这时，台下的老鸨一脸谄媚，开口劝道：思思啊，你真幸运啊，能被小王爷看上你是3世修来的福分，还不快准备随王爷回府。然而李思思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行为，她直接上前挽住了虾仁的胳膊，似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抱歉了王爷，思思已经心有所属，求王爷不要为难小女子。思思你糊涂啊，嫁给王爷你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这小子一副穷酸样，他能给你什么？我能给他最好的生活，让他做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李思思本来还担心虾仁面对皇权时会退缩，没想到他这么硬气，心中好感更盛。李思思好感直叫520。小子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不就是个王爷吗？真把自己当阎王了。思思现在是我的女人，谁敢动她，后果自负。好霸气啊！李思思好感直叫520。你一个刁民竟敢跟本王作对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来人，给我将此子擒下，乱棍打死。周天霸一声令下，数十名打手手持棍棒朝虾仁围攻而来。李思思被这一幕吓得花容失色，而虾仁却是不屑一顾。一群蝼蚁也敢造次！虾仁拿出一把冲锋枪，扣动扳机横扫，一众打手发出惨叫，纷纷栽倒在地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暗器？太猛了吧！这小子是真火啊，连王爷的人也敢杀，这下他怕是要被诛九族了。看热闹死得快，兄弟们快撤！在场的青年才俊们生怕会受到波及，纷纷逃之夭夭。你个贱民竟敢！闭嘴！让你说话了吗？给我跪下！虾仁一声怒喝，将周天霸吓破了胆，他竟然不自觉地跪倒在地，开口求饶：大爷饶命，别杀我，思思可以让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！我问你答，回答的满意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您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今日朝廷上，赤练将军应该向皇帝辞官了吧？结果如何？他现在人在哪里？虾仁和赤练分别钱给了他一个对讲机，但眼看1天都快过去了，他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，甚至呼叫对方也没有得到回应，心中有些惴惴不安。
赤练谎报军情，浪费国家资源，而且疑似通敌，在秦香等人的建议下，已经被圣上打入了天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日就得处死。我尼玛，这朝廷到底有多少奸臣，连白的都能说成黑的，真是给小爷我气乐了。虾仁一巴掌将周天霸拍晕，随后带着李思思离开了万花楼。房间内，李思思一脸担忧。虾公子，我们以后去哪？待我先将赤练姑娘救出来，再带你们去一个世外桃源之地，过神仙眷侣的生活。赤练姑娘是你的妻子吗？准确来说，是我的娘子之一。除了她之外，我还有8个娘子。啊，这么多！思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花心？可是我觉得很神圣啊，这恰恰说明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。好家伙，这妹子居然还是个恋爱脑。那你且在这儿等我，我去就回。看着虾仁离去的背影，李思思一脸花痴模样。虾公子连背影都这么帅，我真幸福。漫天风雪中，虾仁只身来到了天牢门口的狱卒很快发现了虾仁，拔出刀剑。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来劫狱的。虾仁召唤出成百上千只毒蜂，用神识操控他们，将碍事的狱卒全部折死，并且找到了赤练被关押的位置。牢内，赤练面容惨白，浑身是血，伤痕累累。虾仁拿出一把手枪，一枪将门锁打爆，将门打开。看到虾仁突然出现，表面坚强的赤练忍不住泪水狂流，扑进了他的怀里。虾公子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丫头，是我不好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这个公道我一定帮你讨回来。赤练好感只加9999。救出赤练后，虾仁先是将他送回了客栈。他见到李思思后吃了一惊。虾公子，你还真有本事！李姑娘是出了名的眼光高，没想到短短1日的功夫就被你拿下了。赤练姐姐人中龙凤，你看上的男人当然不会差了。没错，爱上我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你劫了狱，很快我们就会被全国通缉。不劳他们找我了，明日一早我亲自去上朝，我倒要看看这大周的天下到底是谁说了算。次日清晨，赤练深夜被劫的消息传到了周元的耳朵里，皇帝龙颜大怒，文武百官们也一个个义愤填膺。看来臣推测的没错，赤练的确大有问题，恐怕早就叛国了。是啊，这种逆臣贼子绝不能姑息。不知何人竟敢在天子眼皮之底下貼肉，當真是無法無天了。就在這時，周天霸跑進了大殿中。陛下，我知道是谁干的，那人姓夏，昨日在万花楼里强抢民女，滥杀无辜，还四处打听赤练的下落。本王虽极力阻止，但还是遭到暗算，险些丧了命。真是扛得没边了，立即传令下去，封锁整个皇城，掘地3尺也要将此人挖出来。话音刚落，殿外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，守门的禁军身体倒飞，倒在了大殿之上。虾仁带着赤练缓步走进大殿之中。不用浪费时间来找我了，爷来了。虾仁和赤练突然出现，引发了轩然大波。来人，护驾！护驾！别狗叫了，不会有人来护驾了，没有我的准予，谁也进不来。虾仁一挥手，打开系统空间，数十万只毒蜂飞涌而出，筑成了一道风墙，将所有禁军拦截在门外。你是何人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是谁？呵呵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是帮助大周抵御匈奴100万大军的人，没有我，你们这群阿杂东西早就成为鞑子们的奴隶了。哪来的妖人，竟敢信口雌黄？秦松是吧？你一个通敌叛国的奸臣，居然还有脸活着？难道大周的天子和文武百官们都眼瞎了不成？你放屁！虾仁懒得废话，直接掏出了阿骨朵给的那封密信，将其公之于众，上面清晰地记录了秦松通敌叛国的证据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，有人伪造我的笔记。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得罪了我的女人，你得死。虾仁拿出一把黄金左轮，扣动扳机，一枪崩了秦松。痛快！赤练好感只加999。权倾朝野的秦松就这样被虾仁随意打死，满朝文武百官惊得目瞪口呆。放肆！你竟敢在圣上面前聒噪！虾仁扣动扳机，一枪打死了大臣 A。若是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蝼蚁敢作声？夫君好帅！赤练好感只加999。大周朝廷谁奸谁忠，我不知道，也不在乎。但谁得罪过你，你指一个，我灭一个。赤练伸手指向一名中年男子，此人身为大周军机大臣，贪赃枉法，徇私舞弊，与秦松穿同一条裤子，卖国求荣，当诛。
虾仁扣动扳机，一枪打死军机大臣。随后，在赤练的指认下，虾仁一口气灭掉了接近一半的奸佞之臣。在场的其他百官们吓得亡魂皆冒，纷纷下跪求饶。大胆！你当着朕的面诛杀文武百官，就算他们真的有罪，也应该由朕来制裁。这大周究竟是你说了算，还是朕说了算？抱歉，光顾着处理这些蝼蚁，差点忘了你这条四脚蛇了。身为天子，你不明是非，不辨黑白，对大周百姓不闻不问，只顾着自己酒池肉林，潇洒快活，简直昏庸无度。正所谓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既然没人治得了你，我来。你要干什么？超度你。虾仁扣动扳机，一枚子弹正中周原的眉心，他从龙椅上跌落倒地，成为尸体。满朝文武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万万没想到大周的天子如鸡狗般被虾仁随时葬送了。虾仁一步一步登上高台，坐在了龙椅之上。底下的官员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句“皇上万岁”，所有人都拜倒在地，齐声高呼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”。这龙椅坐起来硌屁股，哪有沙发坐着舒服？小爷我才懒得当什么狗屁皇帝呢！虾仁随手一挥，外面的蜂群散开。朕没兴趣当皇上，都给朕滚犊子吧！官员们闻言如蒙大赦，一个个屁滚尿流的逃了出去。爱妃，过来，坐朕的腿上。赤练一脸好奇上前，坐在龙椅上。这龙椅也没什么特别的吗？不过如此一来，本就一盘散沙的大周彻底要亡了。上到皇帝，下到九品芝麻官，整个大周早就烂到根里了，根本无法挽救。就算现在不灭，很快也会被风雪吞噬。不如让我利用一下。随后，虾仁和赤练来到了皇家仓库内，将里面的粮食和锦罗绸缎全部收入系统空间之中。这些物资加上系统的100倍返还，足够让虾仁挥霍几辈子了。皇宫内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，现在大周群龙无首，怕是很快就会遭到周围列国的吞噬了。那是早晚的事情。不过与其等其他国家主动进攻，不如咱们将大周这个烂摊子卖给其他国家，不仅能让百姓免遭战乱之苦，还能再收获一笔物资。什么？卖掉大周？虾公子，你的想法真够天马行空的。我记得大夏国距离大周最近，而且一直对大周虎视眈眈，不如就将大周送给他们。白捡这么大的便宜，他们一定欣喜若狂。而且大夏的皇帝是诸国中唯一的女帝，长得倾国倾城。虾公子，以你的能力，说不定能把她也给征服呢。我虾仁岂是见异思迁之人，有你们10个就够了。你先去客栈与思思会合，我去一趟大夏。虾仁打开系统商场，消耗1000点好感值购买一台雪地车。虾仁驾驶雪地车疾驰而去，消失在暴风雪中。大夏国武英殿内，一名身穿龙袍的绝色美女坐在龙椅之上，一名侍卫急匆匆地跑进了大殿之中，跪倒在地。皇上，外面有一行踪诡异的男子求见，说是有天大的礼物要送给陛下。传他进来。在侍卫的带领下，虾仁很快进入大殿，见到女帝的瞬间，眼神一亮。目标：沈清宁，身份大夏女帝，综合评分100，状态完美无缺，无可挑剔。哦，有生之年居然能见到100分的女人，颜值、气质和身段确实是最顶级。若是和她在一起玩耍，必然能快乐到起飞啊！在见到虾仁的瞬间，女帝便将其认了出来，双眼一亮，顿时心潮澎湃。所有人全都给朕出去！陛下，您这是？别让朕说第2遍，出去！众臣虽然疑惑，但根本不敢忤逆女帝，纷纷离开了大殿。女帝身形骤然消失，下一刻，虾仁面前出现一道空间裂缝，女帝的身形显化了出来。居然是异能者！果然是你！你认识我？原来女帝在不久前觉醒了空间系异能，可以发动异能穿梭到想去的任何地方。当时她得到消息，听说匈奴要侵犯大周，便使用异能来到了大周边境查看情况，正好看见了虾仁带着1万兵马击溃匈奴100万大军的逆天场景，因此对其印象极为深刻。既然你知道我的手段，那剩下的就好谈了。我刚将大周的皇帝给灭了，想将大周卖给你们大夏，我不要金银珠宝，给我一点物资就行了。朕可以与你做交易，不过你也得答应朕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朕虽身居高位，但总归是女儿之身，夜深人静时难免也会感到空虚。朕想找一个顶尖的强者做我的夫君，可没一个能入得了朕的法眼。放眼整个天下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睡朕。该不会那个人就是我吧？没错，就是你。虾仁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，霸道女帝居然强制爱上了自己，电影恐怕都不敢这么拍。不过我已经有10个娘子了，你想霸占我是不可能的。
朕才没那个心思跟小女孩们争宠呢。以后白天我做我的皇帝，到了晚上我就用异能去你家，如何？我去，异能居然还能这样用，不得不说，陛下你真是个人才啊！不过你既然都来了，那便随朕回一趟寝宫，朕给你看一些好看的。好看的什么？难道是一些奇珍异宝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女帝面色发红，拉住虾仁的手，空中出现裂缝，两人同时消失。虾仁在女帝的寝宫内待了整整12个时辰后，终于精疲力尽地离开了大夏国，累计收取了超过上万点好感值。这特么全都是辛苦费啊！虾仁驾驶雪地车先去客栈，将赤练和李思思接走，随后三人迎着风雪一路疾驰，返回了桃源村。虾仁刚进入别墅大厅，夏芷薇等人便热情地围了过来。老爷，你不在的这几日，姐妹们都想死你了。牛老爷的日子简直是度日如年啊！我就说老爷不可能只带赤练姐姐回来，果然又征服了一个绝色美人。这田越来越多了，不知道老爷能不能耕种得过来。老爷可是接近神的存在，根本难不倒他。很快，众女准备好丰盛的佳肴，为虾仁接风洗尘。当看到满桌琳琅满目的美食后，饶是见多识广的李思思也吃了一惊。她没想虾仁吃的居然这么好，更加坚信自己没选错人。酒过3巡后，众女面色红润，有些微醺，气氛逐渐变得暧昧了起来。天色已黑，吃饱喝足，咱们是不是该继续开枝散叶了？抱歉老爷，我近期不能陪你了。为啥？阿古朵妹妹精通一些医术，她说我有喜了。真的假的？老爷，我也有了。我去双喜临门。老爷，我也中了。大3元，这也太溜了吧！老爷，我也有了哦。原来是大4喜。老爷，其实我也有了。五福临门嘛，有没有搞错？老爷，阿古朵妹妹说我可能怀的是龙凤胎。七星高照，你们这是商量好的吗？灵儿，你不会也？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这也太枝繁叶茂了吧！后代来得太快，就像是龙卷风。虾仁虽然做好了当爹的准备，但一次来了8个孩子，这谁顶得住啊？7仙女因为有喜在身，饭后都各自回房休息。大厅内只剩下赤练、阿古朵和李思思3人。虾公子，今晚让赤练来服侍你吧，反正早晚的事情，算我一个吧。那思思也一起吧。有没有搞错？你们哥这打团战呢，能不能尊重一下耕田人的意见？那咋了？那我走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8个都有了，再多3个又有何妨？就在这时，大厅内出现一道空间裂缝，女帝的身影显现了出来。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一个人的寂寞，2个人的错。父亲，我来找你了。虾公子，你居然真的把女帝给拿下了？没办法，谁让我心怀大爱呢？见到漂亮的女孩，就忍不住想给她一个温暖的家。末日之下，人口骤减，身为这个星球的一份子，我虾仁应当以身作则，要为提高人口生育率出一份力。几位娘子，进房一叙，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。虾仁带着赤练、阿古朵、李思思和女帝进入房间，暴雪依旧没有停止的迹象，而属于虾仁的传奇还在继续。